男孩刚出生就没了娘，从小便跟父亲相依为命。为了给男孩赚学费，父亲起早贪黑的工作，却没想到一次意外，让相依为命18年的父亲永远离开了他。而大伯一家为了霸占他家的房产，竟然将男孩过继给了别人。长大后用尽积蓄，好不容易结了婚，却没想到3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。男人心灰意冷之下，在父母的坟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当他再睁眼，却发现自己回到了命运转折的那天。这是父亲的新坟，我怎么变年轻了？是梦吗？我这是回到了父亲刚过世的时候吗？道生一气化太虚，阴阳互济运玄机，混沌鸿蒙太虚生，有形化玉，太虚无我，气贯周身，神游天地，唯我太虚鼎。太虚鼎是空间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收东西进去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收，出来。有了这个太虚鼎，我岂不是可以吃牛肉了？等等，这是啥情况？柏树上面怎么有氢气流动？孙少安来到柏树跟前，伸手贴在了树干上，很快树干中涌出一道青色气体，顺着经脉向内游走，渗入进了孙少安的肌肉和五脏六腑。为什么只有这2棵柏树有青色气体，其他的树却没有？难道是跟树的品种有关吗？孙少安将另一棵柏树的青色气体吸完，这才向着双水村走去。少安，天都黑了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还不快点回家！你爷爷奶奶都急坏了。强伯，今天是我爸的头七，我去陪了陪他。我爷爷奶奶巴不得我不回去呢。少安，你说啥呢？哪有不疼孩子的老人啊？强伯，你别安慰我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大伯怂恿爷爷奶奶要把我过继出去，霸占我家的房子吧。少安，你咋知道的？我爷爷跟大伯是什么样子的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我只是小，又不是傻。少安啊，你看你还在上学，爸妈不在了，而你的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，没能力继续供你读书，甚至没能力养你，不如你跟着我过，怎么样？上一世，孙建强也提出了收养我，结果孙建强的媳妇儿李淑芳就立即反对，说自家没能力，还差点打起来。强伯，你打算收养我这事儿，你还是回家与淑芳大娘商量一下吧。侄儿可不想强迫您，为了我就与淑芳大娘闹矛盾。我的确没有和你大娘商量过，一会儿回家后，我立即和你大娘说这事，你看行不？强伯，你能不能帮我去请一下咱们村的刘海军书记和咱们村会计？既然爷爷不愿抚养我，我想请他们来帮我做个见证。少安，村书记和会计都是外人，这家丑不可外扬啊！你找他们过来，岂不是让他们看我孙家人的笑话？强伯，既然我爷爷不养我，还要将我赶出家门，那么有些事必须说清楚。行吧，少安呐，你先回家，我这就去找村长和赵会计。孙少安回家后，一进门就看到院中站满了人，见村长跟会计没到，跟熟悉的人打了个招呼，便躲到了茅房去了。少安回来了，他在哪儿呢？见帮叔，少安他肚子疼，去茅房了，让他快点儿，别让一屋子人等他一个。而蹲在茅坑的孙少安正用神识扫过全院，将院里每个人的表情、对话看得一清二楚。孙建邦，上一世你霸我家产，让我吃尽苦头，这一世咱们的账一笔一笔算。孙少安用神识无意间扫过角落处一个老鼠洞，竟在门口正下方发现一个深埋的木盒。他用神识透入木盒中，发现里面摆满了金条。现在是98年，大黄鱼价格大约80元一克，这一箱算下来，最低也能值100万，发达了，发达了！孙少安不再迟疑，意念一动，一箱大黄鱼就被收进了太虚鼎内。意识往鼎内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，因为刚刚收进太虚鼎内的大黄鱼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空箱子。我操！我的大黄鱼就这么没了。算了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日后也不会缺钱。哼，村长他们已经到了，该跟大伯一家做一个了断了。前世父亲刚刚离世，大伯一家为了霸占他家的房产，竟然同爷爷将男孩过继给别人，受尽别人欺凌。如今重活一世，他定要让伤害过他的人付出代价。海军、昌文，你们咋来了？是有啥事儿吗？二栓叔，少安让建强找我们来，说是您不抚养他了，让我们给做个见证。建强，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儿？咱老孙家的事儿用得着麻烦外人吗？爷爷，是我让强伯去请的海军书记和昌文会计。哎呦，少安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你爷爷就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有啥事儿咱们老孙家关起门来解决就行，你何必请2个外人过来看热闹呢？你个长舌妇，不就是想看小爷被赶出去的笑话吗？今天小爷让你看个够！
大伯母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啥叫家丑啊？我爷爷孙二栓把我过继给大栓爷，这事儿算家丑吗？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哼，二栓叔咋要把少安过继给大栓叔啊？少安现在还在县里念书，大栓叔年纪又这么大了，他哪有钱去供少安啊？他念啥书，还不如辍学去打工干活呢。只要他好好孝顺他大爷爷，过几年等他长大了，我大哥这一支也就有后了。二栓叔，你说这话就过分了。少安还是个孩子，能干什么活？不能打工就回来种地呗，省下学费不说，过2年给他张罗个媳妇儿，大栓伯也能抱上孙子。既然大伯那么担心大爷爷这一支绝户，我看不如让大堂哥过继过去。大堂哥已经定亲了，过2年大爷爷就能抱上重孙了，多好！不行，少安，你不要胡说，你堂哥绝对不能过继，他还要赡养我和你大娘呢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合着我父母不在了，就要过继给大爷爷呗？大伯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孤儿好欺负？少安啊，我们让你过继给你大爷爷是为了你好，你爸妈走了，就剩下你一个人，我和你奶奶也没有能力照顾你，你大爷爷他也正好一个人，你们俩凑成一家，相互有个照应不是？爷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孩子好糊弄啊？你和大伯打的什么算盘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不就是想吃我家的绝户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我过继出去，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想动。不行，你既然过继了，那么家里的这一切就都与你没关系了，你必须搬到你大爷爷家去住。大伯，这就沉不住气了吗？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们是想吃我和大爷爷的绝户，你们还不敢承认？我告诉你，想把我从家里赶走，你是做梦。你。此时，孙建邦脸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孙少安撕得干干净净。我以为让我来是因为过继的事，没想到你们打的竟是吃绝户的主意。我老孙家容不得这种肮脏事，谁敢再动歪心思，我就把他逐出族谱，死后也别想进祖坟。老祖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你还有脸说？要是再说侄子家产的事，就别说了，我怕脏了我的耳朵。老祖，当初我和老二分家的时候，我爹娘的地被我们兄弟俩平分了，说好以后一起赡养老人。现在老二不在了，少安继承了家产，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养爹娘吧？这话倒也在理。少安，你大伯虽然不怎么地道，但是这是他说的没错。当初你爹每年给你爷爷拿300斤小麦、100斤玉米，还有120块钱零花，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老祖，我大伯说的对，既然我爹不在了，这养老的事自然该我顶上去。爷爷，您别看我年纪小，就担心我说话不算数。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做到。您要是怕我赖账，我现在就把10年的养老粮钱一次性给你。少安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少安，你胡闹啥呢？当初说好1年1给，你把10年的粮都给了，你自己吃啥？干爹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既然说出口了，那就要做到，这样也能让我爷爷放心养老，不用担心我这个孙子养不起他们。强伯，干爹，我家今年收的麦子全在东屋，麻烦你们帮我称3000斤，装拖拉机上，给我爷爷奶奶拉过去。行，交给我们了。爷爷，我这就进屋给您拿钱。10年一共1200块，那1000斤玉米得等2天，等我脱粒了再给您送去。您要是嫌麻烦，按现在3毛2一斤的价，我折成320块现钱给您，加上养老钱，一共1520，行不？我不是着急要钱，只是不想那么麻烦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老祖，海军书、昌文书，还得麻烦你们再稍等一会儿，帮我和爷爷立个字据。万一将来爷爷说我这个孙子不孝，没给养老钱粮，我也好有个凭证。少安，你放心，要是二栓敢说你不孝，咱们老孙家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淹了他。少安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写证明，然后我们几人都签名给你作证。得到众人的保证，孙少安这才回到了屋里。孙少安从一个带锁的抽屉里，他数出了1520元，将剩下的钱和一些证件一股脑的收进了太虚顶空间。带锁的抽屉哪有空间里安全？孙少安回到院子，来到孙二栓面前，把钱递了过去。爷爷，你数一数，这里一共是1520。父亲刚刚离世，大伯一家为了霸占他家的房产，竟然伙同爷爷将男孩过继给别人。为了不被吃绝户，他不惜一次性拿出10年的养老钱。爷爷，你数一数，一共是1520。孙二栓激动地接过钱，一张一张地点了起来，担心有假币，还特意对着夕阳照了照，一连数了3遍，这才停了下来。
少安没错，这一共是1520块钱。既然是你孝敬的，那爷爷我可就收下了。爷爷，既然钱你收了，那么麻烦您签个字。二栓叔，我们都签完字了，你在这里签个字就行，证明你收了少安1500块钱和3000斤小麦。往后10年，你不能再找少安索要养老粮和钱了。海军不用说了，你二栓叔是那不讲理的人吗？我现在就签。孙二栓麻利地签好了自己的名字，还给按上了指印。随后，刘海军将证明递给了孙少安。海军叔，老祖呢？咋没看见他？常海爷签完字就回家了，你找他干啥？老祖为我家这事忙活半天，想留他吃个晚饭，好好感谢感谢。常海爷气都气饱了，他哪里还有心情在你这儿吃饭啊？得了，你把证明收好了，我去帮你昌文叔称麦子，你婶子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海军叔，你们为我家这事麻烦了这么半天，哪能让你们空着肚子回去？我现在就去买酒买菜，一会儿你们给我爷爷卸完麦子，来我家吃饭。来到小卖部，刚进门就看见了前世的媳妇刘玉娟，望着年轻时的她，孙少安有些恍惚。少安啊，你要买啥？我给你拿。回过神的孙少安也没客气，一口气买了170多块钱的东西。少安，虽然我建国叔不在了，没有人管你了，但你也不能总是乱花钱。你现在还在上学，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你要学会节俭才行。孙少安此时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只想离开远远的，一声不吭，拎起东西就走。孙少安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家，刚进院门就看见一个女人从屋里迎出来。干娘，你过来了，我正寻思家里连个人都没有，我干爹出门的时候咋也不关上门呢？少安，你咋买这么多东西？你爹给你留下的钱要省着点花。干娘，你也知道今天家里闹的这破事，要不是海军叔和文昌叔来了，我爷爷和大伯就将我过继给我大爷爷了。我怎么着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吧，咋能让人家空着肚子回家？少安，要不你跟着干娘过吧，以后干爹和干娘养你，供你上学读书，让你考大学，等你大学毕业了就和小蕊结婚。干娘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跟小蕊都还小呢，再说也不知道小蕊是啥意思。干娘，你扯远了，我买了一些肉跟菜，一会儿还要麻烦你帮着炒一下。臭小子，合着我是来给你炒菜的啊？嘿嘿。干娘，咱们还是先把这些酒菜处理一下吧，一会儿我干爹他们忙完该回来了。海军叔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。少安，有啥事你直说，能帮我一定帮。这不是我爹不在了，我还需要上学，肯定种不了地。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，有没有人想要购买2手拖拉机？我打算将我家的拖拉机卖了。少安，你别胡闹，你家这拖拉机刚买2年，当初你爹可是花了15000才买的，你把拖拉机卖了，你以后种地咋办？干爹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，主要那拖拉机搁在家里，保不准我爷爷跟大伯还会打他的主意，与其留着招惹麻烦，还不如卖掉。他们敢！干爹，你别生气，就算没人打他的主意，搁上几年不用也得放生锈了，到时候更亏啊。少安，那你打算卖多少钱？你得给我交个底。海军叔，您是行家，您看值多少？少安，叔跟你说实话，现在新拖拉机也就13000出头，你这台用了2年，车况虽说没毛病，但顶天了也就卖1万。海军叔，那你就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买主，也不用非卖1万块钱，9500卖掉就行。少安，别打听了，卖给我吧，咱们就按照1万块算。老赵，你们家不是有一台拖拉机吗？快别提了，当初跟我大哥合伙买的，说好一起用，结果4、5年了，他就光用车，从来没加过油，实在没法，只好做价分给他了。尚文叔，你既然看上我家这拖拉机了，咱们也不用1万了。刚才我说了9500，咱们就按照9500算就行。昌文，少安说的没错，你给少安9500就行。少安，敞亮，我明天就去取钱，晚上过来开走。随即，孙少安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，递给林振山。尚文叔，我把大门钥匙给我干爹了，明天我要去上学，你到时候把钱给我干爹就行。众人走后，孙少安躺在了床上，明明很累，却没有半点睡意。真的重生了，还得了个太虚顶，这一世我绝不让别人再欺负我。既然你们不做人，那就别怪我。哼！来人刚重生就被清堂哥用砖头砸了玻璃。为了报仇，孙少安摸黑来到大伯孙建邦家墙外。上一世没少被这俩畜生欺负，本来想晚点跟你们算账，但是你们着急作死，那就别赖我了。孙少安神识一扫，覆盖住整个房子，收！自己与孙建邦便出现在太虚顶内。我的亲大伯，这真不能怪我，是你宝贝儿子先来找事的。大伯，您这样应该没时间算计我的房子了。我那个好堂哥也就没有闲工夫半夜不睡觉去砸我家窗户了吧？您别怪我下手狠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是你们逼我的，要怪就怪你太贪心，太缺德了。
随后，孙少安出了太虚顶空间，骑上车子直奔县城而去。将孙建邦扔到了医院门口后，便骑车回了双水村。必须让孙建邦好好活着，让他变成拖累才行。也必须让孙二栓老两口好好的看着他最疼爱的大儿子变成废物。你们不是偏心吗？那就伺候他一辈子吧。等孙少安回到家，天都快亮了，刚眯着一会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少安，你起床了吗？快点起床，我娘让我喊你过去吃饭。蕊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还让你专门来叫我一趟，我还没洗脸刷牙呢，一会儿我洗漱完了就过去。孙少安表面上虽然平静，但是心里早就激动得砰砰直跳。上一世若不是孙二栓那老两口捣乱，我早就和林蕊结婚了，何至于等到30岁才娶了刘玉娟？那你快点儿，我娘还等着咱们吃饭呢。在林家吃过饭，孙少安就骑着车子来到了学校。接下来的这一天，孙少安疯狂地补课，努力记忆着各科课本中的内容。以往晦涩难懂的内容，也只需一眼就能稳稳记住。看来是太虚顶给我脑袋升级了吗？孙建邦，昨晚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不知道，我醒了就躺在医院门口了。肯定是孙少安那小子，他恨他大伯房子没抢成就下黑手。对，帽子叔叔，你们得抓。没证据不能乱抓人，我们先去找孙少安调查一下，问清楚情况再说。孙少安刚放学回家，就被帽子叔叔找上了门。少安回来了，这2位派出所同志找你。帽子叔叔好，我是孙少安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大伯孙建邦昨晚被人打断了手脚，你知道吗？他被打断了手脚。帽子叔叔，不是我打的，我昨晚在家睡觉。你好像挺高兴，很恨他。我爹死后才7天，我爷爷和我大伯就要把我过继给别人，大伯还要霸占我的房子给他儿子结婚。听见他遭报应，我当然高兴。林振山对你怎么样？我干爹对我当然好了，把我当做了亲儿子对待。你们难道怀疑我干爹？不可能，他是老实人，海军叔可以作证。别激动，只是例行询问。随后2人又问了几个问题，见问不出什么，便告辞离开。帽子叔叔怀疑干爹了，看来以后得小心使用太虚顶了。而这边人刚走，孙二栓就带着孙天琪和孙天林闯进了院子。爷爷，这大门惹你们了吗？少安啊，你天琪哥他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推门的力气大了一点儿。爷，您的养老粮和养老钱前天我已经给你了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是这么回事，你大伯住院要3万，家里凑不齐，听说你卖拖拉机卖了9500，先借给爷爷应应急。不借，那是我的学费。孙少安，我爹躺医院呢，你上学又不急，到时候还你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别忘了，咱们2家早就分家了。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，能帮你们弄到钱。什么主意？大伯家不也有拖拉机吗？卖了呗。少安，那可是你亲大伯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大不了我给你打欠条。不借。小畜生，我打死你！救命啊！打人抢劫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你们俩先别管他，进去找钱，救你爹要紧。孙少安见孙天琪没有追来，当即散开神识扫向屋中。只见几人将屋内翻得一片狼藉，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气急败坏的孙天琪一脚踹翻煤炉，火星四溅，一块通红煤块飞起，落入装玉米皮的编织袋。孙天琪，你们不但入室抢劫，还敢放火烧我房子，我要报警抓你！堂兄前来借钱不成，竟然一把火把房子给点了。孙少安只能直奔小卖铺报警。玉轩姐，借你电话报个警。喂，公安同志，我是双水村孙少安，孙天琪闯进我家抢钱，还把房子点着了，请求马上出警。少安，你说真的啊？你家着火了，还是孙天琪干的？那还有假？现在正烧着呢。你家着火了，那你还不快回家救火？火太大救不了，烧干净了盖新的，反正不用我出钱，我先走了。让火烧得再旺些，损失越大才好。当孙少安回到自家门口时，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村民。少安，你家着火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强伯，我打电话报警去了。少安，你家咋着火了？当即，孙少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刘海军。无法无天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我这就打电话报警。海军叔，我打过了。少安，真对不住，我真没想到你爷爷他会找你借钱。现在这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让他们赔我房子了，还有里面所有东西。很快，警笛声和消防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。王刚和吴立明找到了孙少安，询问怎么回事，他就将孙天琪和孙二栓上门借钱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。我没想烧房子，我就是踹翻了炉子，这是一个意外。你承认是你干的了？同志，
我们和孙少安是一家人，就是找他借钱。我爹被人打断手脚，在医院躺着，急需要钱交住院费。孙少安不给钱，我们才进屋找的。孙二栓，你对孙少安说的有什么意义吗？不错，少安说的是真的。难道我这个爷爷不能找孙子借钱吗？可以借钱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，更不能强行闯进屋里抢劫。你们这是违法犯罪。他是我孙子，我想打就打，房子我盖的，我想烧就烧，怎么了？孙二栓，既然你承认事实就行，在这份笔录上签字。我不签，这是我们家事，用不着你们插手。小马，你们把他们铐起来，带回局里。少安，你可不能让他们抓走你爷爷和哥哥，你去跟帽子说，火是你自己不小心点的。爷爷与堂哥放火烧毁孙少安的房子，却没想到奶奶竟然让他顶罪。奶奶，您可是从小就教育我，说谎不是好孩子。少安啊，你这样说，帽子同志就会放了你爷爷和天琪，这个就叫那个什么？善意的谎言。对对对，善意的谎言。奶奶，我家的房子被天琪堂哥烧了，要不你和爷爷商量一下，把天琪堂哥家这3间新房赔给我吧？你总不能让我无家可归吧？那可不行，这3间新房是给你天琪哥娶媳妇的，要不你就过继给你大爷爷，以后你就住你大爷爷家里。帽子同志，你们别走啊！你们把我老伴跟大孙子放了啊！少安，我跟你淑芳大娘商量了一下，以后就住我家里吧，等你新房盖好了再搬回来。建强哥，少安是我干儿子，以后跟我们住就行。那也好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找强伯。强伯，还真有件事找你。你和建军叔不是成立个盖房班吗？能不能帮我把这废墟清理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盖房子可要花不少钱，1万块钱可不够盖4间房的。强伯，我没打算盖房子，我想用拆下的青砖垒个新院墙，等我长大挣钱了再盖新房子。我总不能让这房子就这么塌着吧？推平垒墙简单，等晚上我去找小军商量一下，需要多少钱告诉你。刚下班的林振山听说了下午发生的事，火冒三丈。这叫什么爷爷奶奶能欺负你欺负到这个份上？既然你房被烧了，以后这就是你家，干爹供你读书。干爹，我家那房子烧塌了，我打算拆掉垒墙头，等过些年再重新盖新房。少安，你长大了，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和你干娘可是拿你当亲儿子看。今天你能不能和干爹交交心？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干爹，接下来我说出什么话，你都先不要生气，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再说，行吗？你说吧，我保证不生气。我看你小子能说出什么来。干爹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想早点挣钱。胡闹！你学习成绩那么好，必须上大学，我供得起。干爹，4年大学起码也要3、4万呢，你挣的那点钱不能都花我身上吗？您把我当亲儿子养没错，但你别忘了，我姓孙不姓林，万一我大学后留在外面不回来呢？你是我的干儿子，将来你飞再高，走再远，还能扔下你干爹干娘不管？那您就别指望我上大学，我不敢保证见了外面的世界还愿不愿意回这个村。要是回来了，那大学不白读了？那在你上大学前，把你和小蕊的婚事定了，你成了我女婿，跑不了。哎呀，爹，你们说啥呢？我进屋看电视了。小丫头还害羞了，少安，你就说愿不愿意娶小蕊？愿意，我一个孤儿能娶蕊姐是祖坟冒青烟，就怕蕊姐看不上我。那就没问题了，干爹给你做主。对了，这是赵昌文买你家拖拉机的9500，我想给你存起来，等你上大学当学费，或者以后盖房子用，你觉得呢？行，我听干爹你的，你就帮我存着吧。这小子这么爽快，不会还藏了不少钱吧？干爹，我爹一共给我留下了12680，我留下680当我的生活费，这12000你替我保存着吧。这看来少安真将我当成了长辈，那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个苦命的孩子走歪路，要让他顺利长大，结婚生子。那好吧，我就先替你保存着，省得你又乱花钱。不过你爷爷跟孙天琪都被抓走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要让他们坐牢吗？干爹，你以为我放过他们，他们就会放过我，从此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吗？那倒不是，说实话，我都有点怀疑你爹是捡来的。你的爷爷奶奶从小就不喜欢你爹，分家的时候就给你爹一座破房子，其他啥都没有。对了，那房子你爷爷还要了你爹500块呢。所以我不想放过他们，必须让他们进去几年，几年后我也就长大了。他们若是还敢找我麻烦，想要欺负我，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吃过饭，张秀娟将孙少安带到了林蕊的屋前。少安，你先和你蕊姐在这屋里对付几天，
明天我收拾西屋，等你干爹休息，去给你买张新床，你再搬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孙建强就来找孙少安商量拆房盖围墙的事。少安，昨晚我跟建军商量了，你们家的拆房300块，加上垒墙头440，一共要740。现在的人工实在是便宜，放在20年后不得个18000呢。强伯，我先给你们300块的拆房钱，等明年开春垒完了墙头之后，再给垒墙的工钱。行，咱这关系好说，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施工。强伯，军叔，除了烧不化的锅、炉子、液化气罐，其他烧剩下的破烂全都不要了，你们自行处理。少安，你这些破铜烂铁也能卖个几十块呢。军叔，你们清理出来的就是你们的了，就当我这个侄子孝敬你们的烟钱。你这小子果然是长大了，还知道孝敬叔伯了。我咋听着这火葬场的车是奔着咱村来的呢？建军，你听说咱村谁去世了吗？没听说啊，有没有可能就是路过？难道是孙建邦挂了？不应该啊，我也没伤他要害啊。孙少安，你这个丧门星，克死了爹娘，又克死了你大伯，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丧门星！站住！老大媳妇，你发什么疯？爹呀，这孙少安就是个丧门星，就是他把建邦克死的。孙二栓，因为你家中无人操办丧事，这才提前释放你们回家。若是你们敢乱来的话，我们照样会把你们抓起来。王警官，天齐他娘就是受刺激发疯了，您别和这个疯子一般计较。天林，还不把你娘弄家里去？娘，别闹了，快跟我回家。孙少安，你过来下，我们有事找你。我们这次来找你，是为了你家房子被烧的事。昨天孙建邦说是他指使孙天琪干的，原本想将孙建邦一起拘留，没想到昨晚他在医院咬开绷带，失血过多去世了。孙建邦竟然把所有罪名承担了，现在还死了，看来往后要防备孙二栓跟孙天琪的报复了。帽子叔叔，既然孙建邦和孙天琪承认烧了我家房子，那么他们家是不是应该赔偿我的损失？我家房子总不能白白被烧了吧？我大伯跟堂哥把我家房子烧了，怎么都要给点赔偿吧？孙建邦愿意承担罪责，但是现在人已经死了，而孙天琪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家里人也不愿意赔偿，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。我明白了，合着就是我家的房子白烧了，1分钱赔偿都得不到是吧？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这样。既然这样，多谢2位来通知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王队，现在孙建邦已经死了，我们还要调查他被打案吗？算了吧，还是交给局里的刑侦大队吧。少安，你大伯没了，他总归是你大伯，你要不……强伯，刚才王警官和吴警官来找我了，说我大伯宁愿死，也不愿赔偿我1分钱，而且我爷爷和孙天林已经无罪释放了。你说我还能认这样的大伯吗？少安，强伯也不劝你了，忙完家里这一摊，早点去学校吧，我还要去找老祖一趟，请他来主事。烧了我的房子，只有一个孙建邦，自挂东南枝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爷爷您找我有事吗？前天我可是给了你10年的养老粮和养老钱，不会这么快就花完了吧？孙少安，你大伯死了都不去守灵，你这小王八蛋简直太不孝了！爷爷您这话就有点不对了吧？我爹死了，我也没见你让我的2个堂哥去给我爹守灵啊，也没见你说我堂哥不孝啊。那能一样吗？孙少安，我是你爷爷，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！您老还知道我是你孙子，我以为您老人家就只有孙天琪和孙天林2个孙子呢。行了，我也不想和你多说了，等您老什么时候真的把我当做您的亲孙子了，您再来我面前指责我吧。咱们走着瞧。第二天一早，孙家长辈孙占江仗着年纪大，便想要强逼孙少安给孙天琪签谅解书。少安，天琪毕竟是你堂哥，你不能真看着他去坐牢吧？他若是坐牢了，这一辈子就完了。占江爷，想要我签谅解书可以，但是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。你说说看。第一个条件，让孙天琪赔偿我5万块钱。第2个条件，10年之内我爷爷奶奶不能找我，只要他们答应我这2个条件，我立马就给孙天琪写谅解书。少安啊，你的第2个条件我可以替你爷爷答应，就是第1个条件有点困难。你也知道5万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能不能少要点？占江爷，我家被他们烧了一个精光，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了，我要他们5万块钱难道多吗？反正少1分钱，我都不会给孙天琪签谅解书的。孙少安，你真的不念亲情，非要让孙天琪坐牢吗？说我孙少安不念旧情，他孙二栓、孙建邦就念亲情了。
我爹头七那天，您老可是亲眼看见他们几个是如何逼迫我的。孙少安，你既然不顾亲情，那么以后你遇到难事就不要找我们帮你，你好自为之。我找你帮忙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我被亲爷爷、亲大伯吃绝户，你们这些德高望重的族里长辈，有一个为我说句公道话吗？你们不全都在看我笑话吗？看我如何被重点学校退学，然后和你们一样去地里刨食吗？别以为我年纪小就看不出你们那龌龊的心思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日后别后悔。少安，你没事吧？你爷爷和孙天琪他们明明是因为烧了你家房子才被抓走的，湛江爷怎么能逼你签谅解书啊？蕊姐，别担心，没事的。不过我不能继续待在家里了，我现在就去学校，等干爹和干娘回来了，你和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不用担心我。孙少安去上学，路过孙湛江家门口，被他家的狗追着咬。孙湛江欺负我就罢了，没想到连他家的狗也敢跟我呲牙。收！小子，今天放假不上课？大爷，我这不是特意带肉来看望你老人家吗？前2天我可没少麻烦你。小子，你这狗不是偷的吧？咋就一条腿呢？大爷，你咋冤枉人呢？我可是3好学生，怎么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呢？这狗肉是我一个亲戚送的，专门拿来孝敬你的。好小子，老头子，我可是有10多年没吃过这玩意儿了。大爷，你要是爱吃，再有不开眼的野狗惹我是说，再有亲戚送，再给你送点。哈哈，中午别走了，我给你炖肉吃。不一会肉就已经炖好。正当2人准备大快朵颐时，一个男人却走了进来。爸，我刚才搬东西扭到腰了，你这有膏药没有？咦，同学，哪个班的？怎么在我爸这吃饭？报告校长，我叫孙少安，963班，班主任张占宁。哦，我记得你。爸，快点给我整个膏药。我上哪儿给你整膏药？这是保安室，又不是药房。孙少安用神识扫过王校长的腰部，发现他腰椎突出，经脉血管受压。校长，您相信气功吗？孙少安，你不会想说你会气功还能治疗我的腰吧？校长让我试着帮你疏通一下经络，或许能缓解疼痛呢。好吧。孙少安伸手按压了一下王校长那突出的几节腰椎，掌心释放了一股灵力，将几节凸出来的腰椎围住，随后猛地向下压。校长，你走2步，看看你的腰还疼吗？哎，不疼了，真不疼了。孙少安，你这一手厉害呀！以后私下你叫我王叔就行，这些钱你拿着当你的诊费。校长，我不能收，你腰好了就行，我先回宿舍了。孙少安替校长治好了腰，可校长却不让他走。等一下，你小子不着急回家吧？一会儿跟我去看个病人，完了我开车送你。看病人？王校长，是什么病人？是我岳父，他也老是腰疼，我看你治好了我的腰，就想请你帮他也看看。王叔，我不敢保证能治，我只懂点骨骼经脉，不是医生。放心，能治最好，不能治绝不怪你，就当去看看。好吧，那我就去看一眼。海刚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孩子是？他是我的学生，他会气功，我把他找来给爸治病，我的腰痛就是他给治好的。学生会气功？对，王叔腰椎有几节突出，是我帮他复位回去，并且打通了被压迫堵塞的经脉。小家伙有点胆量，但是我有点不相信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。老爷子，我若是没胆量，也不敢跟着王叔来见你啊。也对，只不过我这腰伤不是腰椎突出那么简单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老爷子，能让我看看你的腰吗？行吧，看吧。随即，孙少安用神识探查陈老头的腰伤，发现腰里竟然有一块弹片。给老爷子治完腰，陈老太塞了我一袋硬通货，可我刚到家门口就被拦住了。少安，你回来了。小花家的大黄牛生小牛了，听说是难产，小牛生不出来。我说呢，咋听到牛嚎叫呢？少安，你要不要去瞧瞧？东西你拿屋里去，我去看看热闹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少安回来了，是来看小牛的吗？二虎爷，我听着母牛叫唤了半天了，来看看咋回事。还能咋回事？这畜牧站的技术员不在，现在没人能救他。哎，对了，少安，你爹有没有留下兽医书籍？这母牛难产该怎么处理啊？二虎爷，我家可是被烧光了，那些医书也都烧没了，真是可惜了。少安，你爸当了那么多年兽医，你应该也会点吧？你有没有啥办法让小牛生出来呀？大飞叔，那些医书我是看过几眼，但我爹和我说过，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判断。能让我先看看母牛的情况吗？对，少安，你说的对，你快来看看我家这母牛。孙少安来到母牛跟前，就看到牛后面出来一条小牛腿。大飞叔，这小牛的胎位不正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母牛做剖腹产，或者将小牛正位，让小牛脑袋先出来。
少安，你说这不是废话吗？现场我们这些人谁会做剖腹产啊？谁会给小牛正位啊？大飞叔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让我来试试。大飞，这小牛生不出来，估计大牛也保不住，你就让少安试试吧。行，少安，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哪怕这牛死了，我也绝不怪你。大飞叔，你去煮一锅黄豆加红糖，给母牛补充体力。二虎爷，你去打盆温水，拿块肥皂来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孙少安给黄牛接生，却把手臂涂满了肥皂。老黄，别害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孙少安神识透入母牛体内，然后用双手缓缓推揉着母牛肚皮，让腹中的小牛轻轻转动，调整了胎位。母牛一个用力，小牛顺利生了出来。少安，你真有两下子。大飞叔，一会儿把小牛擦干，千万别把小牛给冻坏了，然后把红糖大豆水给老黄喂了。好，知道了。行了，这里也没我啥事儿了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别走了，少安，婶子去买肉炒菜，在家吃饭。婶子，改天吧，你们还是先照顾小牛犊吧，这2天可是最关键的时期。当孙少安回到家时，顿时被三堂会审的架势吓住了。少安，你和干娘说实话，这些烟酒跟钱是怎么来的？你不会去做啥坏事了吧？干娘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校长给我的。校长为什么会给你这些东西？前几天我们校长腰疼犯了，疼得都走不了路，我看见后就给他做了个正骨按摩，好了后他非要感谢我。你别怪干爹不信你，毕竟你一下子拿这么多东西回家，我们害怕你若是在外面不学好，惹了祸，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那去世的爹娘啊？干爹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人。这些东西干娘你收起来，过年就不用买了，钱也帮我存着。好，帮你存着，留着你娶媳妇儿。少安，你这么厉害，若是以后开个医馆，专门治疗腰疼，那不就发财了？哈哈，若是我开医馆，就请你当会计，专门收钱咋样？好啊，但你千万别像建国伯一样，连个赤脚医生都没考下来，最后只能考一个兽医资格证。兽医怎么了？没准将来给牲口看病比给人看病更挣钱呢。要是考不下来，就跟我去机械厂当学徒吧。现在说这些都太早，没准我毕业后能分配个好工作呢。说的也是。晚饭后，孙少安躺在床上，林蕊悄悄走了进来。少安，你为啥不愿跟着我爹去厂里工作？我知道干爹是想照看我，但是挣钱太少。干爹这样的老技术工才500多，做学徒可能300都没有，1年3000，怕是要到30岁才能攒够彩礼娶你。谁要和你结婚？讨厌！第2天一早，林蕊便拉着孙少安去赶大集。蕊姐，外面那么冷，你又不买东西，咱们难道去喝西北风啊？谁说我不买东西啊？我的发夹断了，你去帮我挑个新的。香香，昨天我跟香香约好的，今天一起去赶集。孙少安，分给你的作业写多少了？嘿嘿，我跟香香商量好了，我做语文和生物，她做地理和历史，你做数学、英语和物理，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做完作业了。我去，还能这样吗？你们真行。蕊姐、香香，你们挑选半天了，累了吧？来，吃串糖葫芦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你跟他客气什么？给少安，谢谢你啊。你们若是真想谢我，那就赶快买完发夹和便花，咱们早点回家写作业。你急啥？花样这么多，我们还没一一看全呢。我站不动了，你们挑，我去鞭炮摊等你们。去吧去吧，等一会儿我们过去找你。你办理鞭炮售卖许可证了吗？正在办着呢。你这烟花爆竹不错，我正想买2捆过年放，你每样给我来2捆，装袋子里。好，同志您稍等一下，我这就给你装几捆。你算一下多少钱，我这就给你拿钱。同志，您刚才已经给过我钱了，我咋能还收你的钱呢？孙少安眼睁睁地看着小平头在每个摊位上都走了一圈，很快他的面包车里就装了10几袋鞭炮。无耻啊！收！孙少安暗自教训了买东西不付钱的男人，又大包小包的买了好多年货，没想到却被教训。少安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娘看见了又该说你乱花钱了。蕊姐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乱花钱，干娘不会说我的。孙少安，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咱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，有啥就说呗。你确实不该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，你要为以后做打算。你不知道，村里都说你小小年纪当了邻家的上门女婿，这话可不好听。香香，你别胡说。少安，他瞎说的，没人那么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反正我又不会少块肉，穿别人的鞋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追去吧。3人回来时，孙少安却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孙天林。孙天林半夜出来干什么？难道想做坏事？我得跟着去看看。蕊姐，这些东西你先拿回家，我有点事出去一趟。你又干嘛去？孙少安看着孙天林躲在孙朝阳家院墙外，
从兜里掏出一个二踢脚，准备点火。想用炮仗惊扰人家新婚夜，过分！看我给你个教训！去！谁呀？大半夜往我家扔二踢脚！哪个不着调的？不知道我今天新婚夜吗？闹婚也有度啊！哎，外面咋了？怎么来这么多警车？听说孙天林去孙朝阳家扔礼花弹，不小心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最多该是重伤啊！算了，便宜他了。第二天，林振山下班刚回到家，就让孙少安回老家。少安，明天孙天林就要下葬了，你爷爷奶奶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。干爹，自从孙天琪被判7年之后，爷爷就不认我了。我这个外人去看他们干嘛？可他终归是你的爷爷奶奶，他们想将我赶出家门，霸占我家房子家产的时候就不是了。他们只是我爹的父母，我会替我爹给他们养老粮以及养老钱，但我不会去看望他们。你就别劝少安了，要我说，这一切都是二栓叔自找的，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，是他活该。少安，你别听你干爹的，你不愿去就不去。干爹，孙朝阳和他媳妇儿呢？还在医院，两人都有点伤。孙朝阳让你爷爷赔偿医药费，加上房子被烧，一共要赔偿5万块钱。你爷爷说啥也不承认是孙天林干的，1分钱也不赔。林振山刚讲完这事，孙二栓就找了过来。振山呐，我接少安回家，他总是住你家，也不是个事。这你得问少安的意见。爷爷，我家不是被烧光了吗？哪儿还有家回？当然是回爷爷家了。爷爷做主，把天琪那4间新房给你，你直接搬到新房里住就行。可别，我若是住进去了，天琪堂哥出来后不得找我拼命啊！天琪要7年后才出来呢，你可以先住着，等过几年我会帮你盖一座新房子，到时候你搬到新房住就是了。爷爷，你今天找我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家，接下来的几年给你们养老吗？爷爷错了，爷爷不该把你过继给你大爷爷，也不该上门找你借那9500块钱。现在爷爷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没人养老了。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么我也跟你明说吧。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想让我回家赡养你也可以。第一，你现在就给我盖4间新房，那是你该赔给我的。第二，供我读书，直到我毕业。只要你答应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。啊，这少安读那么多书也没用，白白浪费时间和学费。你看志广家的小涛，初中没毕业就跟他爹去干活了，1年就挣了3000多。无需说其他，我就这条件，能办到我就回去，办不到你就走。孙二栓哪里舍得出钱给孙少安盖房，最终跺了跺脚，转身走了。孙少安又被领拿去了集市，可这次他居然要花1800买头病牛，所有人都说他疯了，只有孙少安知道病牛体内有比黄金还贵的东西。大爷，这牛是咋回事啊？生病了吗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咋吃东西了，找畜牧站看了也没看出来啥病，我就打算把它卖掉。原来是得了胆结石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牛黄吗？这东西可比黄金还贵呢。大爷，你这牛卖多少钱啊？你一个毛孩子问这干嘛？大爷，我想买这牛，你说个价吧。2000。大爷，现在牛肉价格是8块钱1斤，你这牛连200斤肉都没有，要2000块，的确有点贵。你别看我这牛瘦了点，但是干活绝对是一把手，否则少了2500我都不会卖的。大爷，我诚心要，您老说个实在价吧。你要是能掏出1800，我这牛就卖给你了。好，成交。少安，你疯了！你买这病牛干啥？还有，你哪里来的这些钱？是啊，少安，这牛都瘦成啥样了？万一治不好咋办？你们别担心，我既然敢买，就有把握治疗好。这是1800块钱，大爷您数数。老头低下头，开始数手中的一摞钱，连续数了3遍才算完。小伙子，没错，正是1800，这牛是你的了。若是这牛以后发生什么事，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放心，买定离手，概不负责。少安，看你回家怎么跟爹娘交代吧。嘘，带你们看个宝贝。这病牛算什么宝贝？牛黄，比黄金都要贵的牛黄，你们应该听说过吧？你是说这牛肚子里有牛黄？这牛这么瘦，就是长了胆结石。牛胆结石就是传说中的牛黄。你咋知道这牛是得了胆结石啊？你们仔细看，牛的瞳孔里是不是有一小片白色？这就是胆结石的症状。我在书上看到过。万一没有呢？咱不就赔了？就算猜错了，也赔不了多少。这牛再瘦，也能卖点肉钱。孙少安花1800买了头病牛，干爹气的要没收他全部家当，谁知一刀下去，全场惊呆，这牛肚子里竟藏着6万块钱。 1800就买了这么个病牛，气死我了。干爹你别急，我观察过了，
这牛有牛黄，你帮我带去孙大彪家宰了呗。万一判断错了，砸手里咋办？少安，你还是把钱都存你干娘那儿吧，以免你再乱花。干爹就这200了。算了，身上没钱也不方便，你还是自己拿着吧，别再乱花就行。林振山虽然嘴上数落孙少安，最终还是牵着牛去了孙大彪家。振山，这牛也太瘦了，出不了多少肉啊。没事，大彪说这不是为了应付过年吗？这样家里就不用买肉了，甚至还可以卖一些牛肉。见状，孙大彪也不再说什么，开始利索的处理。大彪说：“你小心点，千万不要把胆切破了，里面有牛黄。”孙少安的话顿时引起所有人的目光。在这个年代，牛黄比黄金还贵。我宰了一辈子，要是能出一块牛黄，够我吹一辈子了。随着牛胆切开，大片黄色露了出来，正是一块比成人拳头还大的牛黄，上称一称，足足有1斤2两。我的乖乖，就算按110克算，也值6万了。大彪说：“这4条牛腿不卖，你帮我留着。干爹，牛黄你收好，改天去药店卖掉就行。”少安，我认识回春堂的白老板，你若是信得过大彪叔的话，我帮你联系他过来看看，给你出个价。大彪叔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那就麻烦你联系一下白老板了，我也不懂牛黄的价格，你和我干爹商量着卖掉就是了。少安，你的牛腿。少安，你拿这4个牛腿干啥？干爹，当初海军叔和昌文叔帮了我打算每家送1条牛腿，剩下的2条送给我们校长，人家可是送了咱那么贵的烟酒。应该的，少安，你真的长大了，干爹以后不会再把你当孩子看了。干爹放心，天黑之前我保准回来，卖肉的事就交给您和强伯了。孙少安给王校长送牛腿，却被保安大爷拦在了外面。王大爷，村里宰了头牛，我特意挑了条后腿给校长送来了。给那小子干嘛？他吃得明白吗？给我就行。嘿嘿嘿。那行，您老自己看着处理一下吧，我还要回家忙活呢，就不在您这里多留了。小子，别着急走啊，这牛腿你花多少钱买的？我不能白要你的，这就给你拿钱。王大爷，这牛腿是我孝敬你和王叔的，咋还能跟你要钱呢？那我岂不是成卖牛肉的了？您老别送了，我先走了。臭小子，跑挺快。陈爷爷，陈奶奶，我家里宰了头牛，特意给您拿了1条牛腿。你看你这孩子，给我们拿这些东西干嘛？我和你陈爷爷啥也不缺。甜甜，去给少安倒杯水。甜甜姐，别倒了，我不渴，不用麻烦了。小子，你咋往甜甜叫姐啊？你应该叫阿姨才对，你这样乱叫，岂不是差了辈分了？我看这甜甜姐就比我大几岁，我若是叫她阿姨，那岂不是太吃亏了？咱们各论各的就行。什么叫各论各的？我咋觉得你小子想占我便宜啊？必须叫甜甜阿姨才行。好，你老说了算。陈爷爷，你去医院查过了吗？去过了，做了个小手术，也不知道你小子咋弄的。医生说弹片取得非常轻松。那就好，不过您以后还是要少喝酒。这次我给你带了1条牛腿，里面脂肪含量极低，你可以放心吃。小子，我听海刚说你父母双亡，家里就你一个人，你又不养牛，这些牛肉你从哪里弄的？你父母都不在了吗？我现在跟着我干爹干娘一起生活。上次陈爷爷给我了那么多烟酒茶叶，我拿回家全孝敬干爹了。所以今天我干爹家杀了牛后，特意让我给你送来1条牛腿。不知不觉聊了半个多小时，孙少安起身告辞。不过临走前，陈老太又往他手里塞了2条烟，拿着回去给你干爹。孙少安推辞不过，只能揣上烟气上车走了。孙少安卖黄牛挣了6万9，爷爷知道后立马带人来抢钱。这么冷的天，大家站大街上干嘛呢？不冷吗？少安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爷爷领着这些人来，要抢你的钱。抢钱？我哪有钱给他抢？前些天我爷爷烧我家房子的时候，就把我的钱全给烧光了。他们要抢卖牛黄的钱，大彪叔找了回春堂白掌柜，按115块1克的高价算的，一共卖了6万9。没想到你爷爷带着人来了，非要替你保管这钱。爷爷，10年前我们可就分家了，您老这是闹哪一出啊？我们分家不假，但你孙少安还是我的孙子。如今你爹娘不在了，你回来，爷爷养你，一直住你干爹家，算怎么回事？少安啊，你是我孙家的娃子，咋能一直住在林家呢？听老祖一句劝，跟你爷爷回家吧。你爹、你大伯、你堂哥都不在了，现在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老祖，我跟我爷爷说过，只要赔我4间新房，供我上学的学费，我就跟他回家，好好赡养他。你那牛黄不是卖了6万9千块钱吗？你把那钱给我，我就帮你盖房子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那牛黄是我干爹林振山的，别说卖6万9了，就是卖100万，那也跟我没关系啊。你胡说，那牛就是你买的。少安，这个时候就别骗我们了。之前小蕊和香香都说是你买的牛。湛江爷，你别急啊，牛的确是我买的，但是买牛的钱是我干爹出的，总不能我帮我干爹跑个腿，这牛就变成我的了吧？
孙少安，牛和钱的事儿暂且不提，现在你爷爷找你回家，你当真不回？你当真狠得下心不管你爷爷奶奶？老祖，您这话说的，啥叫我狠心？我爹头七那天在诸位见证下，我可是给了我爷爷10年的养老钱。老祖，你们能不能行行好，放我一条活路？二栓叔，从法律上讲，少安没有义务替他爹赡养你们。按规定，你们老两口可以申请住养老院。我儿子死了，可我还有2个孙子，我就是死也不去住养老院。二栓叔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孙少安在牛胆里发现一个拳头大的牛黄，卖了6万9，却没想到孙二栓竟然想来分一杯羹。孙少安，你若是不跟我回家，那么你就别认我这个爷爷，你也别姓孙。我们老孙家没有你这么不孝的孙子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名字从族谱中除掉。爷爷，您老不认我这个孙子没问题，但是您老可不能说我不孝，我可是替我爹给了你10年养老钱呢。我不管那些，你住在林家就是不孝，你若是孝顺，那就跟我回家。爷爷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因为你的好儿子和好孙子们都不在了，您老这才想起我这个孙子，让我去孝顺你，赡养你。你胡说八道！今天我就当着各位孙家族人和诸位父老乡亲的面，声明一点，我现在正在读书，实在没有能力赡养我爷爷奶奶。我爷爷他若是不认我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至于我爷爷说把我的名字从族谱里除掉，请随便除。好一个孙少安！看来我们孙家容不下你这条真龙。咱们走以后，族里有事儿，莫要再打扰我了。我老了，没有人再看我这张老脸了。脸皮是靠公正和威望给自己挣的，不是靠着辈分大和年纪大贴上的。哼！蕊姐，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这块电子表我在城里买的，送给你当生日礼物。哇，少安，你怎么又乱花钱？这手表花了多少钱啊？秀娟，以后我们别再把少安当孩子看了，小孩子一天可挣不到7万块钱。干娘，您放心，我不会乱花钱的。哼，你看我们干什么？你喜欢那就收下吧，反正少安也不是外人。谢谢少安。干爹，我给校长送牛腿的时候，校长又给了我2条玉溪。你们校长也太客气了。对了，你这卖牛的6万9，我明天去银行给你存起来吧，等以后你盖房子用。干爹，我不打算把这7万块钱存银行啊。那你想用这钱做什么？我想找海军叔去买一块宅基地，咱村西的那几10亩自留地，今年已经规划成了宅基地。我准备拿出4万来买5亩宅基地，用剩下的3万盖几间新房。等房子盖好了，咱们就搬到新房去住。你要买5亩地当宅基地，你要那么多地干啥？少安，你要在村西盖房子，那你家的宅基地咋办？干爹干娘，你们也知道今天的事，我爷爷想打这钱的主意。其实我原本是打算翻盖我家旧房子，可是经过今天这事儿，就不想翻盖了。孙少安想用卖牛黄的钱盖几间砖瓦房，却被林振山阻拦了。那你也不用买5亩地啊，我觉得买1亩地盖6间房就行了，剩下的钱就先存起来，等你长大了可以买辆车或者干点别的。干爹，我买这5亩地就是打算用来搞养殖的。那你打算养什么？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看看养什么风险小，利润大，咱们就养什么。干爹，我想今晚就去找海军叔把事情定下来，后天咱们就去镇上把土地证办下来。这么着急？干爹，事不迟疑，迟则生变，还是早点定下来比较好。我担心有人眼红这钱来找咱借钱。最终在孙少安的极力劝说下，林振山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，带着7万块跟着孙少安来到了刘海军家里。海军叔，我要买村西的5亩地当宅基地。少安，5亩地可不少钱，你要那么大地方干啥？随即，孙少安将跟林振山说的话又说了一遍。你们老孙家的事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这样吧，村西小公路南侧5亩半荒地，定价4万就卖给你了。孙少安跟林振山要了4万5，递给了赵昌文。少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啊？咱们刚才说的是4万，不是4万5。没错，收据写4万就好了，剩下的麻烦海军叔跟昌文叔帮我跑下这个手续的钱。好，我马上就写。很快，赵昌文就将收据写好，递给了孙少安。少安给你，这是收据和证明，明天上午我们就过去给你测量地边。少安，我们和海军说好的是4万，你怎么给他们4万5啊？干爹，你对谁也不要说这事儿。回家后我干娘若是问起那5000块钱，你就说把钱给我了。你还没跟我说，干嘛要多给他们5000块钱呢？干爹，那钱不是白给的，那是给咱们办事儿的钱。海军叔和昌文叔不会让咱们吃亏的。林振山听后顿时沉默不语，并肩跟孙少安走回家中。少安，你比干爹聪明，也比干爹会办事，要不这些钱你还是自己拿着吧。干爹，我还小呢，拿这么多钱干啥？等过2天咱们一起去找建强伯，他认识建材市场的人，到时候你和建强伯商量一下，让他帮忙看着，给咱买建材就行。盖房子的事情我也不懂。孙少安的牛黄卖了6万9的消息传遍了双水村，没想到竟然有人慕名而来。志家叔有什么事吗？
孙少安现在对孙家人没有什么好感，便准备回避。干爹，我先回屋去了。少安，你别走啊！我今天主要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智家爷，您找我有啥事啊？少安啊，我老舅家里养的一头牛，那牛也是特别的瘦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那牛肚子里面有没有牛黄？你放心，我不让白给看。智家爷，对不住了，我真的看不出牛肚里有没有牛黄，只有把牛杀了才能知道有没有牛黄。少安，你就别骗我了，我可是听说昨天你一看就看出了那头牛肚子里有牛黄的，所以才花钱买下那头牛的。智家爷，您都说了是听说，那些传言可当不得真。我这正主就在这里呢，我有没有那本事，难道我自己还不清楚吗？你就说去不去帮我看吧。智家爷，我都说了我没有那本事，我去了也没用啊。你若是非要勉强让我去看的话，那你就等我明天有空了，我再陪着你去看看那牛吧。不用了，我用不起你。孙少安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要有求到我头上的一天。哼，智家爷，你咋生气了？今天我是真的有事要办，真的没有时间跟你去看牛啊。不信的话，你问我干爹。智家叔，昨晚上我们找海军和昌文，和他们买了村西5亩宅基地，今天我们爷俩要跟着去量地。什么？你们花了4万块钱买了村西5亩破烂地？没错啊，就是花4万块钱买了村西5亩荒地。我干爹还打算明年给我盖座房子。什么？你们明年还要盖房子？智家爷，您也知道，昨天我干爹卖牛黄卖了6万9，我干爹就打算再添点钱给我盖几间新房，到时候结婚就不用盖新房了。你们怎么能盖房呢？我还想找你们借钱呢。智家叔，你别听村里人瞎说，昨天少安买的那头牛，纯属就是碰巧了肚里有块牛黄。你找他帮忙看牛，那还不如去畜牧站找技术员看呢。最终，孙志家在林振山的劝说下，精神恍惚地走了。你以后千万不能去帮任何人看牛，即便是看出牛肚里面有牛黄，也绝对不能说出来，你明白吗？干爹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些事我都懂，我一定不会给任何人看牛的。别说20块钱了，他就是给我2万块钱，我都不去看。你清楚这事就行。你爷爷那么欺负你，那个孙志家连句公道话都不说，现在知道你有本事了，就舔着脸上门求你去帮忙，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。孙少安第2天就找到孙建强说起买地盖房的事。少安，盖房子这事先别着急，你最好是提前把地边给圈起来，免得到时候开工之后有人跑来找事，阻拦施工啥的。强伯，那咱们用什么圈啊？总不能垒一圈墙头吧？这6亩多地的4边长200多米，我可没钱垒那么长的墙头。谁他娘的让你垒墙头了？在地的4边埋4排水泥柱子，围一圈，护栏网或者刺绳就行，柱子加上护栏网或刺绳，也就3000块钱。吓我一跳，我剩下的那3万块钱，我是留着用来盖新房子的。强伯，买水泥柱圈护栏网这活，你们的建筑班能干吗？你们若是能干的话，连工带料直接包给你们得了。我们倒是能干这活，我回去和你建军叔商量一下。强伯，你们计算好了材料费和工钱后，找我干爹去拿钱就好。等过完年了，你们就开工。少安，我发现我们建筑班都快成专门给你干活的了，你家老房子的墙头可还没垒呢，你小子又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大活。少安，建强哥，刚才我在西地头遇见了海军和昌文，听说你们已经把地边测量好了。量好了，这不刚才少安正和我说盖房的事。行了，你爷俩回家吧，我媳妇儿等我回家吃饭了。建强哥，你别回家了，今儿中午咱们好好喝点。强伯，我淑芳大娘可是去我干爹家帮我干娘炖牛头去了。走吧，今儿中午我们吃那牛头。等3人刚到家，就看见张秀娟拎着一个酱油瓶子出门。少安、建强哥，你们一起回来了，你们赶快回家洗漱一下，那牛头马上就要炖熟了，我去玉娟那儿打瓶酱油。干娘，你和干爹先回家，我去打酱油就行。孙少安刚来到刘玉娟的小卖部，却见到了2个老熟人在跟刘玉娟聊天，然而他却像没看到孙涛2人一般。娟姐，给我打1瓶酱油。哟，我倒是谁呢？这不是那个不认祖宗的孙少安吗？娟姐，给你钱。孙少安，你聋了吗？没听见我跟你说话吗？东哥，人家可不叫孙少安，现在应该叫林少安才对。难道你忘了，孙少安已经被老祖从族谱中除名了，以后不能再姓孙了。然而孙少安却充耳未闻，连看都没看2人，径直向着小卖部门口走去。孙少安，你耳朵聋了，竟然装听不见！今日我就替你爹好好管教你。你竟然敢闪！孙少安，你有种别跑，看我们今日揍不死你！你们快住手，别打架！在刘玉娟面前，必须给她看看我的男人气概。打死你个龟孙儿！孙少安，你竟然敢还手！
少安，你把他们打死了。娟姐别担心，他们就是晕过去了。娟姐，麻烦你给我找个瓶子，再给我打一瓶酱油。对了，你再给派出所打个电话。少安，别用这酱油瓶子打人了，连油带瓶要5毛钱，也挺贵的。娟姐说的是，我以后不拿酱油瓶打人了。没过一会，吃瓜群众就将小卖部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少安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你被孙旭东和孙泰给打了。蕊姐，我没事儿，谁跟你说我被打了？邻居小花说的，她说你和孙涛他们在这里打架。谁敢打我儿子，我打断他狗腿！小东啊，是谁杀了你啊？你告诉爹，我这就给你报仇去。孙少安，你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？小涛就算是有什么不对，你也不能打他呀。就是嘛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干嘛非要动手啊？我已经打电话报警了，谁对谁错，是谁动手打人，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了。小涛他还是个孩子呀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啊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没过一会，卫生室的医生便来到了现场，检查起2人的状况。刘大夫，我 AG 怎么样了？要不要送去县医院？不用，他就是惊吓过度晕过去了，估计一会儿就醒了。刘大夫，我儿子的伤严重吗？他的头可是被打了，要不要送医院治疗？旭东也没事，头皮上连个口都没有，就是被敲晕了，一会也就醒了。孙少安，你个小王八蛋，没想到你小年纪出手这么狠辣，今日我就替你父母好好管教管教你。我看看还有谁想替我父母管教管教我的，现在可以站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拳头硬，还是你们的脑袋硬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打电话报的警？帽子叔叔，是孙少安让我打的电话。孙少安，那你说说这到底是怎回事？警察同志，你们快把这孙少安给抓起来！你们看看他把我儿子打成什么样了？对，必须把孙少安抓起来！你看看我儿子这头就是他打的呀！都闭嘴！我没让你们说话，你们就闭嘴！一会问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再说。孙少安，你先说吧。事情是这么回事，我来小卖部打酱油，没想到孙旭东他俩上来就指着我鼻子骂我，我没搭理他们，准备赶紧回家，谁知道他们竟然追出门打我，非说要替我父母管教管教我，于是就给了他们一酱油瓶子，并没有伤他们。孙少安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对吗？我们就是吓唬孙少安，我们根本就没想真的动手打他。对，这孙少安不孝顺他爷爷奶奶，我们就是吓唬一下他，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打到他，他却把我们给打了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承认骂孙少安，还说了要替他父母管教管教他了。他爹娘死了，家里就剩下爷爷奶奶，他不孝顺他爷爷奶奶，我们看不过去了，才管教管教。他不孝顺他爷爷奶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已经涉嫌寻衅滋事了，根据法规，现在就可以拘留你。帽子同志，这个孙少安把我儿子都打伤了，你们怎么不把他抓起来坐牢，反而要抓受害者？你儿子受伤的事一会再说，现在先解决孙旭东跟孙涛的寻衅滋事。孙少安，你想怎么办？是让我们给你们调解，还是公事公办先拘留他们？帽子叔叔，不跟他们私了，我选择公事公办。如果我这次放过他们了，没准你们走了，他们就会继续打我。孙少安，你老了。帽子叔叔，孙志佳辱骂我长辈，我打他算正当防卫吗？孙占江，住口！当着我们的面你就敢骂人，看来必须让你去拘留所好好学习一下。少安，占江也就是爱子心切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今天的事是小涛他们错了，我替他们跟你道歉。我保证，小涛以后再也不会找你的麻烦了，你就放过他这一次吧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帽子叔叔干嘛？孙涛和孙占江骂我，威胁我，打我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你怎么不劝阻他们？现在看到他们犯法了，要受惩罚了，你跑来给我道歉，晚了。孙少安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吗？孙旭东，今天到底是我把事情做绝，还是你把事情做绝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，不就看我的年纪小，我爹娘不在了，爷爷奶奶也不待见我，好欺负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别拿你旧社会那一套。最终，王刚带走了孙旭东、孙涛与孙占江3人。少安，你以后不要跟人打架了，刚才可把我们担心坏了。干娘，我也不想跟人打架啊，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没办法才还手打他们呢。可是秀娟，少安说的不错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咱们家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。我相信以后绝对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少安了。吃过午饭，刘海军与赵昌文来到家里，找到孙少安。海军说，啥事儿找我？是不是因为中午打架的事儿？不错，孙占江他们去镇里把我们告了，要我们赔偿他儿子3000块钱。如果我们不赔钱，就继续去告我们。最后我们找孙占江协商，他答应我们赔偿2000块钱，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。少安，你放心，这2000不用你一个人出，我和海军一人出500，你出1000。
昌文叔，你别说了，这2000块钱我出了。您和海军叔来帮我们调解矛盾，怎么还能让你们出钱？干爹，你拿3000块钱出来，交给海军叔和昌文叔。少安，即便不用我跟老赵出钱，2000也够了。海军叔，2000块钱是赔偿的医药费，剩下的那1000块是给你和昌文叔的，因为这事儿影响你们工作了。少安，这可不行！我知道你现在不差钱，但是也用不着给我们钱啊。少安，这是3000块钱。昌文叔，你也说了我不差钱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这个算你们的误工费。你看这，那我们就收下这钱了。少安，以后有啥事儿就找我和你昌文叔，我们肯定给你做主。刘海军和赵昌文又寒暄了片刻，就提出了告辞。晚上吃过饭，孙少安便回屋睡觉，刚进入梦乡，却又猛地惊醒。大晚上的，孙旭东要去干什么？我记起来了，上一世刘玉娟的小卖部被偷，刘志雄打了半宿的牌，回来发现小偷在偷东西，结果被小偷用铁棍打骨裂了，住了半个月的医院，帽子查了好久也没查到，没想到小偷竟然是孙旭东。什么人？孙少安并没有出手阻止孙旭东，因为这个刘志雄也不是啥好人，上一世没少欺负他。收。刘志雄，虽然这一世我们无仇无怨，但是你该死。前世刘志雄只是受伤住院，所以孙旭东就只是个小偷，事情也没有往外闹。我就不信这次还会抓不住这个杀人犯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振山就带来了令孙少安开心的好消息。昨晚上咱们村出大事了。振山，究竟是什么事儿啊？早上有人出去拜年的时候，发现刘志雄的小卖部被人给偷了，而且刘志雄的后脑勺也被打了一个窟窿，流了满地的血，身子都冻僵了。干爹，那刘玉雄死了吗？不知道，医院来了辆救护车，把刘志雄给拉走了。大民说80%是死了，怪吓人的。你们俩没事不要出门了，老老实实在家看电视就行。莫非刘志雄没死不成？命够大的啊！吃过饭，孙少安便来到小卖部附近打听消息。黎明哥，听说刘志雄不是送医院去了吗？怎么这小卖部里还有这么多帽子叔叔啊？你离得这么近，没听到什么消息吗？黎明哥，你也知道我干爹家的情况，根本用不着早起去拜年啥的，也没有人来给我干爹拜年。今儿早上6点多了才开门，我们能听到什么消息啊？我跟你们说个小道消息，你们可不要对别人说。我听我二叔说，那个刘志雄其实早就死透了，早晨发现他的时候，身子早就冻僵了。送医院就是糊弄那个小偷的，是为了让小偷知道刘志雄还没死。这小偷下手真够狠的，也不知道偷了刘志雄多少钱。我觉得这小偷肯定是咱们村的人。没错，我二叔也说这昨晚的这小偷80%就是咱们村的内贼，要不然是咱们村有人勾引来的外贼。孙少安正跟孙家乐两人打听消息时，却突然听见大喇叭的声音。全体村民们注意一下！全体村民们注意一下！大家不要在大街聚会，现在立即回家。得了，刘书记不让我们在大街上看热闹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就是这么冷的天，在家里嗑着瓜子儿看着电视，不比在这大街上冻着强啊！孙少安刚回家没有几分钟，赵昌文就领着几个帽子叔叔上门了，出示了搜查令，就在各个屋子搜查了起来。昌文叔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搜查我们家干啥？刘志雄嘎了，他家小卖部里丢了许多烟酒和肉食，如今这个案子可是捅破天了。刑侦人员查看现场后，怀疑是本村人作案，所以每家每户都要搜查一下。你们别担心，就是走个过场而已。几分钟后，4个帽子叔叔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赵昌文与林振山打了一声招呼后，领着4名警察急匆匆地离开了。真是造孽啊！他刘志雄家小卖部被偷了，与我家有啥关系？凭啥搜查我们家呀？整得乱七八糟的。刚才昌文不是说了吗？又不是只搜我们一家，是挨家挨户的搜查。蕊姐，走，我们去院里放一挂鞭炮，去晦气。好呀，少安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再拿2盒蝴蝶鞭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晦气。秀娟走，我们也去放几个二踢脚，吃饭不用着急，放完了再吃不迟。好，我们去放炮，今天我们都去晦气。林家院子的上空响起了二踢脚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死气沉沉的林家村瞬间活了过来。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一波比一波凶猛，响彻了村子的上空。这才对嘛，这才像是个过年的样子。少安、小蕊，咱们回家吃饭。下午3点，几辆警车停到孙旭东家门前，孙少安拉着林蕊前来凑热闹。我早就说过，孙旭东那小子不是啥好鸟，18、19的大小伙子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也不找个活干。这下子好了，估计得判几年。几年可挡不住，我可是听说了，那刘志雄昨晚就死了，而且连着孙旭东的爹妈也一起抓了。大明哥，咋回事啊？
昨晚刘志雄家小卖部遭贼了，就是孙旭东偷的。警察在他们家院里的柴禾垛里搜到了小卖部丢的那些烟酒和肉食，当场就将他们一家子给带走了。听到孙旭东被抓，孙少安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听着众邻居们的吐槽和幸灾乐祸，顿感一阵无趣。蕊姐，外面太冷了，咱们回家看电视去吧。孙少安与林蕊正在看电视，却没想到一辆摩托车闯进了林家。少安，快出来，跟我走。昌文，你找少安干什么？有急事。昌文叔，你找我有啥事吗？少安，快跟我走！你文雅小姑她难产，杜大娘让我来请你过去。昌文叔，我文雅小姑难产，那就赶紧送医院啊！杜大娘说那孩子是胎位不正，特意打电话过来让我请你过去，说现在只有你能帮忙正胎位，快跟我走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昌文叔，我这……别这那的了，你还不赶快跟你昌文叔去看看？干爹干娘，你们先吃饭，就不用等我了。少安，你别逞能，如果不行，千万不要胡乱出手。干娘，我知道了。话音未落，摩托车就冲出院子大门，驶向赵文雅婆家。你就是杜大娘说的小神医吧？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媳妇和大孙子啊！张婶，您别急，现在小雅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先让杜大娘和少安说说具体情况。少安，赶紧跟我进屋，孕妇羊水破了，胎位不正，就是生不出来。孙少安一进屋，就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大肚子女人，正是赵昌文的小妹赵文雅。孙少安也不墨迹，神识扫过赵文雅后，便来到跟前开始正胎。孩子的头出来了。孙少安知道没自己的事了，便走出了屋。结果刚走出来，屋内就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。张奶奶，你们快去准备一些热水，一会儿杜大娘要给孩子洗澡。对对对，我马上就去端热水过来。小神医，谢谢你呀，帮我老张家生了个孙子。你一来，我大孙子就出生了。老头这话咋听着这么别扭呢？啥叫我帮你老张家生了个孙子啊？少安，你这正胎技术跟你爹学的嘛，可比你爹厉害多了。杜大娘，我就是跟着我爹去给牲口接生，见过几次我爹给牲口正胎位，自己瞎琢磨的。以后我给牲口接生没问题，但真的不能给人接生了，万一出事了，我被人给告非法行医，我不得进去坐几年啊？你不用担心，过2天我去镇妇幼保健院一趟，给你办一个行医资格证。杜大娘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给我办行医资格证？当年我爹可是连个赤脚医生都没考下来，最后这才去当了兽医。有我给你做担保，给你办个产科助理护士，还不简单啊？产科助理护士啊？你年纪轻轻的就想当医生啊？我看你是想屁吃，我能给你办一个产科助理护士，那就不错了。别，可别！我现在还在上学呢，可干不了这个。等我初中毕业了之后，顶多去考个兽医资格证得了。有空了给牲口看看病就行了。都别站着了，我让小涛出去买点熟食，咱们对付一口。吃过饭，孙少安跟众人告辞回家。刚一进门就发现林振山3人都在等着他。少安回来了，你昌文叔呢？没送你回来吗？昌文叔把我放在了过道口，他就骑车回家了。晚上吃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现在给你热点炖菜去。干娘不用了，我在文雅小姑家里吃过了。少安，文雅她怎么样了？孩子顺利出生了吗？文雅小姑没事，就是胎位有点不正。少安，我就是帮忙正了下胎位，调整了一下孩子的姿势。干爹你放心，我有把握才出手。算了，干爹不说你了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人命关天，人若是出事了，那可是大事，你小子一定要谨记。第2天，林振山、张秀娟、林蕊一家3口去林蕊外婆家拜年。孙少安闲来无聊，便带着气枪出门打鸟。这不是李梦吗？10年前爹死了，留下了李梦娘以及李梦姐妹3个，靠着种地供着2个妹妹上大学。谁知道2个妹妹都是白眼狼，上一世出去上学以后再也没回来过，比我还可怜。孙少安，你在打鸟啊？是啊，梦姐，李娜和李莎今年过年又没有回家来吗？小娜和小梦他们说已经找到了实习的工作，年假期间工资翻倍，想趁着放假这些天多工作几天，加上回家的车票又太贵了，这一来一回的要花不少钱，所以就不回来了。梦姐，有没有想过李娜和李莎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回来咋办？难道你就这样一直下去吗？少安，你怎么会这么问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自从李娜和李莎去上学，这3年多从来没有回来过。这些年他们打电话回村找你，不是找你要学费，就是找你要生活费。你说他们已经找到工作开始挣钱了，如果他们真的想回家的话，又哪里会在乎那点车费？梦姐，你养了他们10年，供他们上学读书，结果供养出了2个白眼狼。你今年都25了，虚岁26了，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了。梦姐，你别哭了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
少安，我没事，哭出来心情好多了。你说的不错，我和娘省吃俭用，没日没夜的种地养猪养羊，结果供养出了2个白眼狼。梦姐，你都知道啊。年前我娘病了，发烧，都在念叨着李娜和李莎，于是我就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回家，结果他们都说自己在忙工作，根本没空回家，后来还让我不要打电话了。梦姐，既然你知道李娜和李莎他们不打算回来了，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将来咋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继续这么过了。当年李娜和李莎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和大伯以及海军叔他们借了2万多块钱，到现在我还欠着海军叔家5000，欠我大伯家1万块钱呢。梦姐，我年前买了村里的5亩荒地，我打算盖几个养殖大棚，到时候我出钱给你买几十只羊，咱们俩合伙开一个养殖场。一会儿我回家给你拿1万块钱，你先买几只母羊。不行，我不能要。梦姐，你欠这么多钱，光靠着卖点粮食和几只猪羊，要还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听我的，不许再说不要。谢谢你，少安。谢什么？我要上学，没时间。咱们合作，我出钱，你出技术。地上这只斑鸠，你拿回家给大娘补补身体吧。我回家拿钱给你送家去。我李大娘呢？没在家吗？我娘去我姥姥家了。当初我家借了我舅舅2000块，我娘顺便把钱还给舅舅。梦姐，那你吃过午饭了吗？早上的剩菜我简单的热了1碗。梦姐，咱们屋里说。李梦家虽然穷，但屋子却被收拾得很干净，就土炕上被子叠的都整整齐齐的。少安姐，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能不能等明天你再？梦姐给你，赶紧趁热吃。驴肉火烧我不吃，我刚才吃过饭了。少安，你还是拿回家。梦姐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赶快趁热，等你吃饱了，我还要和你说正事呢。李梦眼圈一红，眼泪扑簌簌掉落下来，缓缓将火烧送到嘴边，轻轻地咬了一口，然后慢慢咀嚼着。在他吃了2个火烧后，孙少安才从兜里掏出钱放在炕上。梦姐，这是1万块钱，等过了正月15，你就去镇里的牲口交易市场再买几只大母羊。少安，你来真的？梦姐，你到底让我说多少遍你才相信啊？你若是再敢怀疑我，小心我打你。当孙少安从李梦家回来时，却发现林振山3人已经串门回来了。少安，今天我去找你强伯了，他说村西那块荒地附近没有水井，就商量着先接一条自来水管过去。我们计算了一下，最少要挖100多米的水管沟，差不多要2000块钱。你跟强伯商量着来。对了，干爹，我看村西内地的土除了有点白外，土质也不错，怎么就变成了荒地呢？当年村西那块地是第6生产队的，因为当初6队没钱打地下水井，所以就变成了旱地，也不能播种小麦，每年也就种一季红薯和花生啥的。到后来就没人愿意去种那片地了。我记得前世村西内地一直撂荒长草，如果现在打一口地下水井的话，那么村西内荒地岂不是就成上等地了？直接承包下来种庄稼也行啊。干爹，如果在村西内荒地上面打一口地下水井的话，岂不是就能种植小麦和玉米了？只要村西那地有水井，那地当然能够种小麦和玉米了。不过现在打水井可是需要2万块，你小子就买了6亩地，你要种多少年粮食才能卖2万啊？我们可以把南面剩下的那10几亩荒地全部承包下来，1亩地每年收益300，20亩就是6000，有个3、4年就够了。你打消这个念头吧，那荒地规划成了新宅基地，村里就指着他卖钱呢，咋可能会承包给你？除非也花钱买下来。我也想买啊，可是没钱啊。第2天一早，林蕊就邀请孙少安去逛庙会。少安，我们也去县城里逛庙会吧。蕊姐，干爹干娘去吗？还是就我们2个人去啊？娘给了你和我每人50块钱，让我们俩一起去。那这50是你的。蕊姐，你拿着吧，我自己还有钱。你就拿着吧，反正一会儿到了庙会上买东西，是你来付钱。吃过早饭，孙少安便骑着车载着林蕊直奔县城庙会。虽然孙少安不信玄学，可是重生归来后就再也不敢不信了。烧香拜佛准备离开时，他就顿时一惊。少安，你怎么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脚突然抽了一下筋，现在已经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孙少安用神识扫过4庙，没想到竟然在地下发现一间密室，里面除了几箱金条和银元外，竟然有几大箱子38大盖，以及10几箱的子弹和手榴弹。嘿嘿，少安，你笑啥呢？难道你捡钱了？和蕊姐逛庙会当然高兴了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我也高兴啊。随后2人在县城逛了起来，直到下午3点才大包小包的回了家。小蕊，你这是买的什么大包小包的？干娘，我给蕊姐买了一件羽绒服。少安，这件羽绒服你们花了多少钱买的？干娘，这羽绒服是店里最便宜的，我们没买那贵的。多少钱？260。260买一件羽绒服，你们也真是舍得。260都赶上你干爹半月工资了。干娘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价真的不贵。你看蕊姐现在都长到1.6米多了，以后基本上不会再长个了。这羽绒服最起码能穿好几年，
平均下来每年也就几十块钱。少安，你跟干娘说实话，你爹到底给你留下多少钱？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？孙少安干脆地掏出所有衣兜，将一摞10元、5元和1元的零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。干娘，这是我最后的钱了。原本给蕊姐买羽绒服的那200多，我打算留着当生活费的。开学的时候也就不跟你和干爹要了。这下子等开学前必须和你们要了。少安，你没骗我吧？我不是想和你要钱，我就是担心你手里拿着太多钱会乱花。干娘，你放心，我们以后不买这么贵的衣服了。你们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没说以后不让你们买，我是说你们现在都在上学呢，你们买这么贵的衣服干嘛？以后你们上班挣钱了，愿意咋买就咋买，我才懒得管你们小两口呢。干娘不就是担心自己花钱大手大脚，不知道攒钱吗？那不如直接给她交个底。想到这，孙少安回到自己房间，从空间取出10根大黄鱼和一对翡翠手镯，随即来到张秀娟跟前。干娘，蕊姐，这里面是我爹留给我的金条和手镯，我爹说这是给蕊姐的聘礼。原本我打算等我和蕊姐结婚的时候再拿出来的，现在我决定把这些东西交给干娘您保管，等将来我们结婚了，您再交给蕊姐。张秀娟看着眼前的大黄鱼以及翡翠手镯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好漂亮的翡翠手镯啊！小蕊，你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碰坏了。少安，这些东西真的是你爹给你的，让你用来给小蕊做聘礼的吗？没错，原本我打算过些年再给蕊姐的，之所以现在就交给干娘，我就是想让干娘您放心，不要担心我和蕊姐将来没钱过日子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干娘就先替你们保管着。小蕊，你赶紧把你手上的手镯给我摘下来。知道了。蕊姐，我们赶紧走，否则一会儿又要挨说了。少安，你爹还有其他东西留给你吗？还有几个生肖玉坠，咋了？你咋把那些东西全都交给娘保管呢？我敢和你保证，那些东西进了我娘手里，咱们再想拿回来可就难了。那些金条和手镯可全是我的。蕊姐，你现在就别想那些了。如果今天我不把东西上交，你以为干娘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？都怪你，非得给我买这么贵的羽绒服。如果你不买的话，哪里会有这事？我不是看你特别喜欢这件羽绒服，这才咬牙给你买下来了吗？你可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在我的头上啊！吃过晚饭，孙少安与林蕊没有像往常一样看会电视，而是各自回房睡觉啊。秀娟、小蕊和少安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两人也没怎么说话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张秀娟没有说话，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黑色包裹。秀娟，你这是？镇山，这些东西是少安交给我的，说是给小蕊的聘礼。什么？你是说这些东西是少安给你的？这根本不可能，建国不可能有这些东西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少安妈的嫁妆呢？秀娟，少安为啥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啊？紧接着，张秀娟就把今天下午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和林振山讲了一遍。秀娟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少安心里有数。而回到房间里的孙少安正用神识扫视全村，却意外发现孙二栓家正在议论他。二栓啊，刚才我和你们说的事儿，你们两口子好好想一下。孙少安手里现在可有奖金8万块钱，难道你们就愿意看着那些钱全便宜了林振山那小子？老祖，其实我也想要那些钱啊，可是我和少安闹成这样子，现在他根本就不想认我这个爷爷。我如果再把他和振山给告了，我估计他会恨死我们老两口的。老祖啊，你说我们去法院告林振山，真的能夺回少安的抚养权，让他回来给我们老两口养老吗？二栓媳妇儿，那是当然了，你们可是少安的亲爷爷、亲奶奶，建国两口子不在了，你们才是少安的抚养人。老头子，我觉得老祖说的不错。无论怎么样，少安都是我们孙子。他林振山想让少安给他当上门女婿，也得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二栓啊，你媳妇儿说的不错，绝对不能白白便宜了林振山。现在少安手中可是有8万多块钱，只要你把少安的抚养权夺回来，那些钱可就是归你保管了，你们老两口养老可就有保障了。老祖，这个事不急，我要好好的考虑一下，万一为了这事与少安再闹僵了咋办？他小兔崽子敢，你们可是他的亲爷爷、亲奶奶，他若是敢不孝顺你们，村里乡亲的唾沫就能淹死他。老祖，您别生气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两口子考虑，但这事急不得，等等再说吧。哼，你爱咋地咋地，我不管你家的事了。
老头子，你还考虑啥啊？老祖说的没错，少安是我们亲孙子，他必须听我们的，给我们养老。我不信法院都管不了他。好一个孙长海，为老不尊！既然你不想好好的，我就成全你。还有孙二栓、孙刘氏，你们果然还想如同上一世那般算计我，这一世我不会给你们机会了。我就不信你孙二栓不眼馋那8万多块钱。孙少安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千不该万不该打我孙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就在孙长海走到街上时，脚下突然一个踉跄，身子猛地向前栽去，直直地摔趴在了前面的地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林蕊给孙少安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我听说昨晚孙长海在街口摔了一跤，脑袋正好磕在了一块砖头上，死了。小蕊，你说啥？孙长海摔死了？你没听错吧？我绝对没听错，大明哥他们就是那么说的，当场就流了好多血，把那一片地面都给染红了，那片地盖上了一层玉米秸秆，我都没敢凑进去看。这孙长海过完年应该84了，没想到他平时身体那么结实，这摔个跤竟然摔死了。唉，干娘，84不算小了，咱们村活80岁以上的有几个？死了就死了呗，有啥可惋惜的？这应该算是喜丧。说的也对，84算高寿了，而且死前也没有受罪啥的。对了，少安，这孙长海也算是你们孙家辈分最大的老祖了，既然他去世了，你应该过去看看。我才不去呢，我和那老头不对付，他还把我的名字从族谱里删除，我真的不想过去凑那个热闹。等晚上我干爹回来了，让我干爹去他们家一趟吧，顺便给我随上20块钱的礼金。不愿去就不去，你干爹去也成，我相信没人挑理。挑理？我看谁敢挑我的理？就凭他孙长海对我做的那些肮脏事，我不去掀他棺材板就不错了。若是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我非要和他好好理论一番不可。好了好了，少安你也别说了，毕竟孙长海都已经死了，就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。娘，少安说的没错，孙长海太坏了，明明是二栓爷做的不对，他却说少安不孝顺，他孙长海凭啥把少安给开除出族谱？蕊姐，那什么孙家族谱在我眼里就是张废纸，我压根儿就不在意开不开除。晚上吃过饭，林振山去了孙长海家吊唁，而孙少安则借口累了回到自己房间。上一世要不是有干爹和强伯帮助，自己早都被吃的渣都不剩。本来想放过你们，没想到竟然还敢算计我，我可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。第二天，孙少安便带着气枪在山林里打鸟，没想到孙立明却找了过来。立明哥，你咋来这里了？也是来打鸟的吗？我打什么鸟呀？我是来专门找你的，快跟我回家。立明哥，啥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你爷爷奶奶他们煤气中毒了，村书记刘海军，你干爹林振山、建强、建军叔他们都去了。什么？我爷爷奶奶煤气中毒了？那他们现在怎样了？有没有送医院啊？是大栓爷去你爷爷家的时候，就发现你爷爷奶奶去世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现在就等着你回家拿主意，处理二栓爷的后事呢。当孙少安刚一进院子，就发现院子里围满了人，就连几名帽子叔叔都是老熟人。海军叔、昌文叔、王警官，我爷爷奶奶他们现在在哪里？请法医正给你爷爷奶奶做尸检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吧，等结果出来了，你再去见他们。好的，海军叔。少安，你爷爷奶奶突然走了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海军叔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没有难过。孙少安，你爷爷奶奶死了，你就一点不难过吗？他们死了，我为什么要难过？他们可是你的亲爷爷奶奶呀！可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亲孙子看啊！如果不是立明哥说海军叔找我，我还真的不愿意过来。毕竟我的这位亲爷爷可是说过不认我这个孙子的，还把我的名字从族谱中给清除了。少安，孙二栓和孙刘氏毕竟是你的亲爷爷奶奶，他们去世了，你必须来见一面才行。何况你大伯一家都不在了，全家就剩你一个，你不来处理，让谁处理啊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这不是过来处理他们的后事吗？海军叔，你先在这里看着点，我去找一下我干爹。说罢，孙少安便来到林振山跟前。干爹，我爷爷奶奶虽然不认我这个孙子，这后事总归还是要操办的。少安，你说的对，你打算怎么做，干爹都支持你。干爹，你回家拿1万块钱，然后去趟城里，给我爷爷奶奶置办一身寿衣，还有丧葬用品啥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强伯，一会儿我干爹过来，你跟他拿钱，安排人去镇上饭店买点成品菜回来。现在快中午了，总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帮我做事吧？好，少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让大家饿着。对了，强伯，你还得帮着联系一下灶台班，来着忙活2天。今天中午这顿咱们就凑合一下，晚上和明后2天可就不能凑合了。少安，其实找街坊邻居们帮忙做饭就行，不用找灶台班，这样还能省下不少钱。强伯，我如今根本不差钱，你就别替我省钱了。对了，干娘，这2天你还需要在这帮忙，等下午白布买回来了，缝制孝衣孝帽的活可就靠您帮忙张罗了。你说的这是啥话？我不帮你谁帮你？就当孙少安安排爷爷奶奶的身后事时，法医的鉴定报告也出来了。
王队长，经过检查，孙二栓和孙刘氏确实是不小心吸入了大量的煤气，排除人为行为。既然不存在他杀，那这个案子就结了。走，秦法医，我们这就送你回去。王警官，你们等一下，我想请你们帮个忙。你有什么事？王警官，如今我来操办爷爷奶奶的身后事，我想请你们留下做个见证，帮忙搜查一下我爷爷奶奶留下的遗产和遗物，然后给登记再册一下，免得将来我那个堂哥出狱之后，某一天来找我算账，说我霸占爷爷奶奶的遗产啥的。你说的不错，那我就留下来给你做个见证，查看一下你爷爷奶奶留下的遗产，并且登记到册。接下来，几名警察开始清点孙二栓老两口的遗产，最终只找到了8000多块钱，随后将钱数记录下来后交给孙少安。王警官，我爷爷奶奶这些遗产我就不保管了，还是给村委会保管为好，等孙天琪出狱后，让海军书记直接交他吧。你这就凭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的关系，我爷爷还活着，肯定不愿意看到我拿这些钱，所以我就不给他们添堵了，还是让他们安心走吧。刘书记，这些钱就交给你们村委会代为保管了。好的，王队长放心，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些钱的。刘书记，既然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事情了，那我们也就告辞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一阵嘈杂的摩托车轰鸣，随即就见林振山、孙建军和孙立明三人手中每人拎着2个大袋子进了院子。包子、火烧、盒饭来了，快来个人接一下，快点，我的手都勒得没知觉了。还有我的，快来接一下，我都快拎不住了。王警官，秦法医，刚才你们跟着忙活半天了，连午饭都没吃，现在都下午1点了，你们就是现在回所里，食堂也应该没饭了，不如吃了饭再走吧，正好让我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。对，吃了饭再走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个不停，王刚等人实在是拗不过乡亲们的热情，只好答应留下来吃了饭再走。在孙少安的安排下，灵堂很快就搭了起来，然而到了守夜时，却只有他一个人。这孙二栓混得也太差了吧，堂兄弟一个都没来，就连我这5伏之内的兄弟死的也就剩我自己了。没想到孙少安跪坐不到10分钟，一身重孝的林蕊走进堂屋，直接跪在了孙少安的身旁。蕊姐，你知不知道你跟我一起守灵代表了什么？你其实可以不用过来陪我的，毕竟我们只是有婚约，并没有结婚。少安，我们有婚约在身，那我就是你媳妇，我陪你守灵也是应当应分的。一晃就到了下葬的日子，一行人吹吹打打就向着坟地走去，却没想到会遇到孙占江一行人拦路。孙占江，你们这些人在这拦路干什么？想闹葬不成？孙少安，你已经被逐出族谱，不是我们孙家之人了，如今你没有资格进入这孙家坟。如果我非要进去呢？孙少安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在这里找不自在。今天只要你踏进孙家坟1步，我立即打断你的狗腿，进来1条就打断1条，进来2条就打断1双。海军叔、昌文叔，今天这事儿与你们无关，还请你到后面去，让我和孙占江他们好好的说句话。少安，这事交给我们处理就行，我马上让孙占江他们离开。海军叔，你相信我，我能解决。今天我就要看看你们怎么打断我的腿。你既然找死，爷爷今天成全你，给我揍他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现在还有没有人闹丧？想要阻止我孙少安进孙家坟？有的话就一起站出来，若是没有的话，我可就请我爷爷奶奶进坟，入土为安了。哇，他真像个超人。喂，你们医院一定要多来几辆救护车。什么？没有那么多，那能来多少辆就来多少辆。海军书记，你手机打个电话。王叔，我是孙少安，我和人打架了，你就帮我找一个律师，我现在就在双水村孙家坟入口。少安，你今天这事办得太过了，估计以后孙占江他们和你就成死仇了，你在村里还怎么过啊？在村里过不下去，我们就搬去城里，哪有他们这么欺负人的？少安，你没事吧？干爹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脱力。海军叔，今天是我爷爷奶奶下葬之日，他们这一帮子跑来闹丧，这就是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！我今天要是怂了，那我以后也别想在村里生活了。没过一会，几辆警车与救护车就来到跟前，为首的是老熟人王刚。也就在这时，孙少安电话喊来的王校长也领着2个女人走了过来。王叔，我在这儿。少安，这是我爱人陈爱华，你叫陈阿姨就好。上次你去给你陈爷爷看病，你陈阿姨还在上班，你们没见着。陈阿姨好。这位是罗云罗律师，他在检察院工作，你叫罗阿姨就行。刚才你给我打电话，不是让我帮你找个律师吗？我就把你罗阿姨带来了，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罗阿姨，我让王叔找您过来，是想请您帮个忙。你叫孙少安是吧？有什么事情你说，我能帮忙的话一定帮你。罗阿姨，
今天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随即，孙少安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部讲了一遍。罗阿姨，我就是想请你接手处理我这个案子，无论是孙占江他们起诉我，还是我们起诉他们，或者是派出所给我们私下调解啥的，都全部交给你处理。随着孙少安说完，他便眼前一黑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当孙少安再睁眼，就发现自己躺在了病床上。干娘，梦姐，少安，你醒了。少安，你别乱动，医生说你这胳膊骨裂了，需要好好养着才行，千万不要再弄伤了。干娘，现在几点了？我昏迷多久了？现在刚6点。少安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你想吃啥？我去给你买。干娘，我想上厕所。孙少安刚上完厕所，就赶忙向张秀娟打听自己昏迷后发生的事。被你打伤的人都住院了，你干爹还有王校长他们都去派出所处理你的事情去了。干娘，我蕊姐呢？我们都在城里，岂不是就留蕊姐一个人在家了？你就别担心小蕊了，小蕊去香香家了，等我们回家再去接她就行。梦姐，你来城里照顾我，你家里的羊咋办？李大娘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你都这样了，就别担心我家的羊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娘给羊喂点料还是没问题的。就在几人聊天时，林振山、孙建强跟孙立明3人来看孙少安。少安，伤得怎么样？接下来让我照顾你吧。你干娘跟李梦毕竟是女生，不方便。干爹、干娘，你们谁也别留下，都回家去吧。我爷爷奶奶出殡，你就请假没去上班，明天可不能继续请假了。我呢，就是胳膊有点骨裂，能跑能跳的，既不耽误吃喝，又不影响拉撒，真的没啥事。第二天一早，孙少安就找到医生办理出院，来到电话亭给王校长打了一通电话。王叔，我出院了，案子怎么样了？你胜诉了，但是对方20多人受伤住院，即便是判刑，法官也会适当的量刑。孙占江等人判不了多长时间，我建议你还是要些赔偿，这样也不算吃亏。王叔，你就看着弄吧，我相信你们。你就放心吧，赔偿款的事情就交给你罗阿姨就好，保证最少给你要10万块。转眼便到了快开学的日子。这天晚上，王海刚把孙少安接到了自己家里。孙少安能感受到王海刚2口子格外热情，心里却隐隐有些纳闷，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。王叔、陈阿姨，你们为啥要对我这么好？虽然说我帮王叔你按摩治疗过腰疼，但你帮我找律师处理打架的事，已经算是还上那份人情了。还是让阿姨来告诉你吧。其实我和你海刚叔有过一个儿子，若是还活着的话，也应该像你这般大了。当我们看到你的档案，发现你竟然与我们的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就觉得这是我们的缘分。少安，原本有些话打算回家之后再跟你说，但是现在我就想告诉你，我和你海刚叔打算认你做我们的干儿子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怎么了，少安，你不愿意吗？陈阿姨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不愿意认你们做干爸干妈。那你是担心你干爹干娘不同意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几天前我们就和你干爹干娘说过这个事，他们说全听你的意思。少安，你是不是担心我和你陈阿姨老了后让你帮我们养老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俩都有退休金，将来我们老了后可以雇保姆，也可以去住养老院，绝不会拖累你。王叔，你是中学校长，陈阿姨你在财政局上班，若是能够有你们这样的爸妈，我恐怕做梦都要幸福些。只是你们这么优秀，有身份有地位，有房有车，收入还高，可我呢，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农村孤儿。我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不同，人生目标和理想也不同，若是认了亲后，怕你们对我会有看法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少安，我们不会过多干预你的生活，只要你能开心快乐就好。无论将来你想做什么，我们都会尊重你的想法，支持你的。王叔、陈阿姨，你们能多给我一些时间吗？等我毕业了后，咱们再谈认亲这个事情好吗？那好，咱们就不谈这个事情了，等你毕业了咱们再说。今天可是元宵节，晚上我们一起去你陈爷爷家吃饭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放假的时候，只是刚走出校门就被拦了下来。少安，你咋才出来？我看学生们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你若是再不出来，我都要去你们宿舍找你了。王爷爷，我收拾衣服慢，所以出来的晚了些。少安，这自行车是你海刚叔特意给你买的，他知道你回家没车子骑，昨天就买了放在我这里，让我今天把这车子交给你。啥？这车是给我买的？王爷爷，我王叔呢？他咋没和我说一声？海刚他昨天就去市里了，说是要去开什么会，没时间把车子给你，所以才放在我这里的。孙少安与王老头唠了一会嗑，这才骑上新车直奔家里赶去。孙少安骑车回到村里，就看见自己买的宅基地上一台挖掘机正在施工。少安，你回来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干娘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你看一点事儿都没有。
对了，今天才周五，你们学校怎么今天就放假了？我们连续上了2周的课，所以这次就放了4天假。太好了，走回家，干娘给你做好吃的。干娘，要不我和强伯打一声招呼吧？少安，你强伯他们正在忙，你就别过去了。孙少安见众人都在干活，便没有上去凑热闹，跟着张秀娟回了家。少安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就在张秀娟离开没多久，院子里传来了林蕊的声音：“娘，这谁自行车啊？是不是少安回家了？少安，少安，少安，你咋回来了？我们学校放假了。咱家屋里咋有肉香？莫非是炖肉了不成？你学习不咋地，这鼻子倒是灵得很。咱家今天中午炖排骨了，是给少安补充营养的。”晚上吃过饭，孙少安掏出一张存折放在桌子上。干爹，这是孙占江他们赔偿给我的10万块钱，我想把它花掉。少安，你打算买啥？这可是10万块钱呀，去城里买一套房子都花不完。秀娟，你别着急，你先听少安把话说完。我打算把村西剩下的那10几亩地买下来养羊，北边这地临着小公路，可以盖成门脸房。咱们村挨着县城这么近，将来咱们村发展起来了，那门脸房也就能租出去了。自从你年前说想买那块地，我就一直关注着那片地的情况。就在前几天，刘磊和海滨他们已经找海军和昌文买了好几块宅基地了。你现在就是想买也不成了。啥？刘磊和海滨他们买了？上一世村西那片荒地，直到10年后才有人买，咋这一世这么早就卖掉了呢？莫非是因为有人看见我买地盖房引发的蝴蝶效应？孙少安原本想将村西的地全都买下来，却没想到有人先他一步。少安，他们买就买呗，这有啥大不了的？到时候你想建养殖场的话，直接在咱们家地里建也就是了。干娘，咱家才几亩地啊，何况咱们内地是耕地，若是规划有变化，不许在耕地上面修建养殖大棚，那还不得拆掉啊？少安，要不咱们去问问海军，看看村里还有其他地方吗？那咱们现在就去问问海军叔和昌文叔。两人当即找到了刘海军和赵昌文，说起想买地的事。少安，你不是刚买6亩地吗？咋还要买呢？海军叔，我这不是刚得了10万块钱的赔偿吗？就想着先买几亩地撂着，等后年我毕业了，就盖个养殖场养羊。你给看看，咱村还有合适的地块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可是村西那片荒地现在已经卖出去了多半了，现在就剩了几处宅基地，根本不适合修建养殖场。海军，你忘了村东苹果园后面那有几10亩早地吗？大力说那地种啥产量都不高，正好挨着村东的大路，出入也方便。既然少安想要盖养殖场，咱们把那块地卖给他也就是了。老赵，可那块地是村里的自留地，那块地根本不适合耕种，咱们把它改成宅基地也就是了。那倒是。少安，你觉得苹果园后面那块地咋样？如果你觉得行的话，我们做主了，把挨着路边那10亩地卖给你，1亩地也不需要8000块钱，我们按照7000块钱1亩算就行，10亩地一共7万块钱。那不是李梦家对面那块地吗？我经常去打鸟，李梦经常在哪放羊。海军叔、昌文叔，我觉得那块地挺好的，我就要那块地了。等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去转账。刘海军、赵昌文见孙少安同意买地，二人也很是高兴，约定好明天早8点就去城里一趟。对了，少安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跟昌文也得去找你，有个事情找你商量一下。海军叔、昌文叔，你们有啥事儿直接说就是了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前2天你大爷爷孙大栓找我们了，让我们和你谈谈。孙少安听刘海军说完，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原来是孙大栓想去养老院养老了，担心死在养老院后无人送终，就想着立个遗嘱，安排一下后事。少安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等他死后，他的房子和承包地，以及现在手中的那2万多存款，也全都是你的。海军叔、昌文叔，现在我不缺房，不缺地，也不缺钱，更不缺爷爷，所以我不同意给我大爷爷处理身后事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啊，这。海军叔、昌文叔，你们不如去劝劝我大爷爷，让他在村委大喇叭里广播一下，只要有人同意给他当孙子处理身后事，就把房子和地以及2万多存款全部给那个人。我相信咱们村里肯定有人会为了他的那些遗产，愿意做他的孝子贤孙。当时我们劝说大栓叔了，让他在族里重新找个人，可他就想让你处理他的身后事。少安，我觉得不如就答应了吧。孙大栓都是你亲大爷爷，如今你们血缘关系最近了，他要去住养老院也不需要你赡养，等他去世你帮他处理一下身后事，办丧事也花不了太多钱，有1万块钱足够了。海军叔，我刚才就和你说过了，我不缺那些。你不同意，那就算了。随后跟赵海军告辞后，孙少安与林振山便离开了。少安，我觉得海军他们说的也没错，大栓叔就要去住养老院了，根本就用不着你赡养。干爹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，这事儿里面肯定有个大坑，我可不想被我大爷爷坑了。
啊，坑？什么坑？我大爷爷今年70了，这个岁数可是不小了。平常小病也就算了，万一得了大病，需要做手术治疗的那种，养老院联系家属，让家属掏钱。你说我至于为了那2万块给自己招惹那么大一个麻烦吗？对呀，我咋就没想到呢？所以干爹，咱过好咱家的日子就行，没必要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对，少安，你说的对，咱们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就行。第二天一早，孙少安与刘海军就来到银行来办理转账手续，将7万转给刘海军后，又将存折里的3万取了出来。海军叔，我听说咱们村的大街要修成水泥路，这5000块钱是我捐给村里修路的。这不行，上面已经拨了修路款，我们咋还能要你捐钱呢？海军叔，那这钱就捐给村里，用于日常开支吧，就别推辞了。那行吧，少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证办下来。因为刘海军和赵昌文要去镇里办事，所以孙少安自己骑车回了村里。结果没想到，刚到自己买的宅基地，就看到一台拖拉机拦住了干活的挖机。把你家这拖拉机往前挪一点，让挖机先进去干活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家拖拉机坏了，挪不了，必须等维修师傅来了再说。刘志英，你故意找茬是吧？什么叫故意找茬？我家拖拉机坏，这里不走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不是找了维修师傅吗？你们等等，维修师傅一会儿就来。孙少安扫视了一圈，发现围观的看热闹的都是刘家的人，他看明白了，这刘东红、刘志英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强伯，您啥也不要说了，你让人去宅基地北边剪断几米刺绳，在围墙开一个北门就是了。你来的正好，这刘志英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强伯，咱们还是先让挖机进去干活吧，其他的事情晚些时候再说。强哥，咱们还是听少安的吧，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。算他小子识相，他若是敢跟我动手，今天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。东红去开拖拉机，我们回家喝酒。好嘞，爹，我现在就去开拖拉机回家。都明目张胆的欺负上门了，还想走？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孙少安刚刚利用神识将齿轮箱的2个齿轮以及齿轮的联动轴弄开裂了，只要起步，齿轮箱立即报废。东红，你咋不走了？爹，这拖拉机档杆失灵了，根本挂不上档了。你下来，我看看是不是乱档了。如果是乱档，那可就真麻烦了。坏了，本来想随便找个借口堵门出气，我没想到拖拉机竟然真坏了。志豪，你回家去开一下你家拖拉机，过来将我家这拖拉机给拖回去。好的，大哥，你们在这等会儿，我这就回家开拖拉机。半个小时后，刘志豪开着拖拉机过来了，将钢丝绳直接挂在了刘志英家拖拉机上后。大哥，我的拖拉机也坏了。那个庆子，你看你能不能回家开一下你家的拖拉机？你放心，绝对不让你家拖拉机白跑。一会儿我给你家半箱油。志英叔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你们等一会儿，我现在就回家去开拖拉机过来。东红，你去拐三家一趟，找他来看一下咱家和你三叔家的拖拉机。拐三来了以后，就开始检查2家的拖拉机。看完之后，脸色就凝重起来。志豪，这个拖拉机80%是曲轴断了，必须要拆开发动机大修，更换新的曲轴，没有300根本下不来。志英家的拖拉机毛病更大，应该是齿轮箱里面的轴断了，必须全部拆了才行。庆子，咱们先把你三叔家这拖拉机拉回去吧，一会儿你再回来拉我家这辆。做了坏事就想跑，你做梦！刘冬青，你看着点路，你是不是压到什么东西把车胎扎了？这拖拉机的大轮胎补胎很费事的。庆子，那什么，你家拖拉机是给我家帮忙拉车导致的爆胎，补胎的费用全算我的。若是轮胎报废没法补胎的话，我就花钱给你买一条新胎。孙少安惩治完几人后，便跟孙建强闲聊起来。强伯，我看这地基已经挖好了，啥时候开始打夯土啊？我这正想跟你说呢，我已经找风水先生给算过了，这个月的初6是动土的好日子，无犯太岁。初6挺好的。少安，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刘志英回来闹事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后鼓动挑唆的。建军叔，是谁在背后鼓动刘志英找我麻烦？你让我心里有个数。你不是把孙占江他们打了，又让他们赔了你10万块钱吗？咱村里人眼红了。今天王向阳那小子说你酸话，说无论姓孙的还是姓刘的，全都是一帮子软蛋，没一个人敢惹你。这话让刘志英听见了，才有了这事儿。少安，你别在意那些小人背后嚼舌根子，那些人就是眼红。强伯，你别担心，他们愿意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呗，反正我又不会少块肉。
吃过晚饭，孙少安便趁着夜色来到了王向阳门前。通过神识知道，此刻王向阳没在家，他媳妇马慈燕已经睡着了，而王向阳的老爹正在哄孙子睡觉。随即神识一动，然后便离开了王向阳家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当孙少安等得昏昏欲睡时，一声咆哮响彻整个双水村。马思燕，我上走吧。就在这时，林蕊跑到了孙少安房间。少安，外面好像有人吵架。嘘，别说话，干爹好像出去了。外面的呼喊声、吵闹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是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。少安，外面咋回事啊？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杀人了。没事没事，有我在呢，你安心睡觉就好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孙少安就向林振山问起昨晚的事情。干爹，昨晚上咋回事？我好像听见外面喊打喊杀的，是谁家出事了吗？那个什么也没啥事儿，就是王向阳家闹矛盾，王向阳把他媳妇和他爹给打了。我听大民说，好像是把腿打折了。爹，我昨晚上也被那喊叫声给吵醒了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大喊杀人了。没有杀人，那是邻居们瞎喊的。大人的事情你们少打听。少安，你下午不是要出去玩吗？快去吧。当孙少安走出家门，却见邻居孙大明与几个人在说昨晚上的事情。大明哥，你们这是聊啥呢？我们正在说王向阳的儿子，8成就是他的弟弟。大明哥，你说的是啥啊？咋儿子就变成弟弟了？少安，你难道没听昨晚上王向阳把他媳妇和老爹都打了？我听说了，昨晚不就送医院了吗？还把王向阳抓走了。那你知道王向阳为什么要打他媳妇儿和他爹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王向阳发现他媳妇在家里藏了人，所以这才动手收拾了这2人。那也不能说孩子不是王向阳的吧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王向阳和马慈燕结婚那天，我怎么听人说王向阳身体不太好，马慈燕才去找？你们这些全是胡说八道。王向阳的儿子其实是马慈燕在结婚前救。孙少安听着一个比一个劲爆的八卦，脸上的表情愈加精彩起来。王向阳家这个事儿，估计够双水村传半年了。等孙少安回到家，却发现林蕊的大舅妈和表姐来送结婚请帖，他连忙找个借口出了门。孙少安来到了工地看工人干活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林蕊便也来到了工地。少安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出门了？你舅妈和表姐来家里，有你和干娘陪着说话就是了。我留在家里，觉得有点不得劲儿。何况我也不知道要和他们说什么。哼，算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和表姐聊什么，就光听她说她的夫家条件多好了，说人家里是做生意的，城里有楼房有汽车，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孙少安闻言眉头一皱，看着林蕊脸上表情，他就知道现在林蕊很不高兴。是不是表姐说我穷了，家里没房没车，配不上你？你咋知道？看你脸上表情就知道，表姐肯定说啥难听话了，而且那难听话还是说我的。表姐她爱咋说就咋说，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就好，在意那些干嘛？让自己不舒服？哼，我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你。好了，咱们回家吧。没想到孙少安跟林蕊刚回家，邻居刘大飞就找了过来。秀娟嫂子，我振山哥在家吗？大飞，你找振山有什么事儿吗？他上班去了，还没回来。秀娟嫂子，少安，你们快去你家麦田里看看去，你们家的麦苗全都变黄枯萎了，8成是被人给打除草剂了，全都给打死了。什么？我家麦子被人打除草剂了？是谁这么缺德啊？少安，走，咱们赶紧去地里看看去。3人来到地头后，张秀娟就见自家麦子全部枯萎了。谁这么缺德啊？给我家麦苗打除草剂？秀娟嫂子，你别急，我已经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了，他们一定会把那个给你家麦子打药的坏人找出来。海军，你们一定要把那个王八蛋给找出来，让他赔偿我们家这麦子。我们家就这3亩麦子，现在全都毁了，我们家这日子怎么过啊？警察向众人询问情况后，便准备回去将案子报上去，请刑侦人员来调查。回到家的张秀娟一句话也不说，眼中满是憋屈和愤懑。干娘，你别生气了，不就是3亩麦子吗？如今咱家又不缺那点麦子，到时候去面粉厂买面粉也就是了。我不是心疼那3亩麦子，我是气不过，人家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家，简直就是欺人太甚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正看咱家的笑话。干娘，你别在意那些，他们愿意看咱家笑话，那就让他们看去吧，你还能把他们眼皮子缝上啊？我就是生气，你说说咱家也没主动惹过别人啊，怎么就被人毁了麦田呢？干娘，我估计你也能猜到打药的那人应该就是与我有矛盾的那几家人。即便知道是他们干的又能怎么样？咱们手里又没有证据，现在也只能希望警察能够找出凶手了。我就是担心这次找不到人，等以后咱家种植玉米后，那人再跑来给玉米打药，那样咱家以后可就别种地了。不种就不种呗，那我们还轻松了呢。
辛辛苦苦种1年，又是打药，又是除草，又是浇水的，累死累活的也赚不了几个钱。如果咱家没法继续种地了，那别人也别想好好种地。第二天一早，有村民发现村子里的几百亩麦田全部枯萎死了。接到报警后，警察第一时间就赶来了。王队，你们可算来了！昨天还只有林振山家3亩麦苗枯萎，今天这300多亩全都枯萎了。刘书记放心，我今天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。王队，麦子的检测结果出来了，麦子叶片上有大量的草烷令、烟蜜黄龙残留，也就是那打草药。老吴，你带人立刻去查县里的农资店，看看谁家卖出了大量打草药。当家的，你说警察会找到我们吗？我这心里有点害怕。当初我就觉得那是不能做。怕什么？昨天振山他媳妇不是报警了吗？警察也来现场调查了，还不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吗？可是现在事情闹大了啊！呸！闹大了又咋了？村西那300多亩小麦又不是咱们打的，与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燕双，我之前让你把那5个药瓶子烧掉，你有没有把那药瓶子烧干净啊？烧干净了，昨天早上做饭的时候就塞进灶堂里，烧干净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只要没有了那几个药瓶子，我就不信警察还能抓我们不成。但是燕双，你记住了，无论谁问起村西麦子枯萎的事情，你就说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我什么话也不会说的。让两人没想到的是，警察很快便找上了门。只是孙志佳刚见到警察找上门，就直接坦白了：我们2口只是为了报复孙少安，才给林振生家3亩麦子打了百草枯，村里其他的那300多亩小麦枯萎，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看来嫌疑人不承认，先带回局子，再好好审审吧。当孙少安从学校回来时，便听林振山跟他说了孙志佳的判决，2口子犯故意破坏农业生产罪，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。而转眼时间，孙少安的房子也彻底建好。干爹干娘，房子也建好了，我跟李梦合资建了一个养殖场，我已经有经济能力养蕊姐了。等我毕业，我就准备跟蕊姐结婚。什么经济实力不经济实力，只要你们小2口过得好，比啥都强。就算你俩过得不好，不还有干爹干娘吗？干爹干娘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兴起，劲往一处使，还有过不好的日子吗？少安，你可千万别学孙志佳他们做这损人不利己的事，真是脑子糊涂的厉害，要遭报应的。干娘，我的话你还不放心吗？我们家少安是咱俩从小看着长大，什么偷鸡摸狗的事都没干过，你可不能这么怀疑他。哎呀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这老头子怎么还这么较真？看着老俩口子拌嘴，这么温馨的画面，孙少安欣慰的笑了。干爹干娘，你们先坐下，我和你们说个事儿。咋了，少安？你突然这么郑重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你小子不会真被我猜中了吧？你真的在外面干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事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干娘，就是二叔去干那些事，我也不可能啊。少安，你买新手机了？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这是房产证。少安，你从哪弄来的房产证？不会是从来路不明的地方吧？少安，你听我们说，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不要碰，你从哪拿的就赶快还回去吧。我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不能去干坏事啊。你们老俩口想哪去了？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这就是我的东西啊！不信你们看房产证上的名字。这真的是少安的名字，还是城里的大房子？我的天哪，少安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行，少安，你必须解释清楚这些东西到底哪来的，不然干娘和你干爹心里都不踏实。我本来就是要跟你们说啊，只是这事儿你们可千万不能声张出去。你放心，少安，我们懂财不外露的道理。我和你们说实话，前些天我在收拾我家老房子的时候，意外在底下挖到一个小箱子，里面有点黄金珠宝。所以你就拿去买房子了。哎呀，你这傻孩子，那钱你应该留将来娶你蕊姐用啊，房子不用着急买。是啊，孩子，你可以一直住在咱们家里的，我和你干娘平日里还可以给你洗衣做饭，何必这么着急搬出去呢？少安，我们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买了房后是不是就要搬走了？干娘你放心，我不搬走，只要你们不赶我走，我就不走，一直住在你这里。只是我总不可能一辈子住在你们这里吧？将来我和蕊姐结婚后还住在这里，就有点不合适了。这怎么不合适了？等你们结婚有孩子了，我们老俩口就在家帮你带孩子。现在大家家里不都这样，没人说闲话的。孙少安无奈看向林振山，希望他能劝一下张秀娟。少安啊，你干娘说的对呀，我们可以帮你看孩子，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孙子，你还不放心我们照顾不好吗？
我的意思是把你们老俩口接过去住，让你们和我一起去城里。真的吗，少安？当然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5口人其乐融融的住在这里，这不比什么都强。好，好啊。很快，孙少安的房子也盖好了。可以啊，少安，你现在出息了啊！强伯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我再出息，你也是我的强伯。强伯和淑芳大娘进来坐。少安年纪这么小就这么孝顺，将来长大后一定是个出人头地的大小伙子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少安是谁教育的。是，都是你教的好，我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干娘，你这是说哪里的话？你和干爹对我的教育之恩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当然也不会忘了你们带出来给我的好媳妇儿。哎呀，少安，讨厌！这么多人面前你说这个，真讨厌。怕啥？今天来的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？反正你早晚也要嫁给少安，该说就说。难不成我们的蕊蕊不想嫁给少安了？哼，才不是呢！我很早就想嫁给少安了。好了，不要再逗蕊蕊了，再逗下去，蕊蕊就该哭了。房子建得真不错，够大气，够你和蕊蕊住在一块儿了。那是，我看这房子就是等少安他们生了孩子，也是能住下的。就算他们俩生了一个足球队，住不下，也还可以往我们老房子住，正好我们老俩口给他们带孩子。爸，你说的真夸张，我怎么能生一个足球队呢？这有什么的？娘可给你说，你要是不趁早生个孩子，捆住我们少安的心，说不定少安哪天就被什么人给迷住了眼，到时候你呀可就要被冷落了。哼，少安不会的，他不是这种人，他肯定不会抛弃我的。当然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抛弃蕊姐的。看来你们俩的感情非常好，那就不用我们操心了。强伯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一辈子我会好好对待蕊蕊姐的，也会好好对待干爹干娘和强伯、淑芳大娘的。我们要一起开心生活下去。